觉醒仪式上，我觉醒了史诗级的御兽深渊魔蛟，父母非但不高兴，反而是一脸愁容。玲玲，你把你的御兽让给你弟弟。闻言，我脸上骤变，回头看了眼弟弟，发现他觉醒的御兽是一只最普通的御兽洼地鼠，这让我回忆起前身的记忆。弟弟6岁时被林家一眼相中，成为了小公主林雅婷的未婚夫，而亲爹江振海这些年来一直盼着弟弟长大入赘，到时候也就能跟着一起飞黄腾达了。可如今江海只是个觉醒了普通资质的废物，什么林家未婚夫，最终都只会成为一场泡沫。不可能！我厉声拒绝，一双眸子死死瞪着亲生父亲。江林，小海可是你亲弟弟，为了你弟弟的将来，为了林家。他话音落下，就召唤了一只白银级狒狒，红拳狒狒双拳一碰，白银级气势扑面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这个所谓的亲生父亲可真狠啊！江林，我的儿啊！这时一声凄厉的哭喊声传来，是母亲苏云烟。我心跳一顿，本能向声音望去，认为苏云烟是为了我要向爹求情，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是苏云烟泪流满面。算娘求你了！苏云烟的声音有些嘶哑，求你把小海的未来还他。小海是你亲弟弟，我的灵儿，算娘求你了！此刻我的心彻底坠入谷底，果然有偏心的爹，就会有偏心的娘。我怒极反笑，看着眼前一男一女，嘴角挂上嘲弄的讥笑，真偏心啊！为了江海，为了能抱上林家大腿，居然把亲儿子逼上绝路。我神情漠然，将目光转向弟弟江海，你难道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江海默不作声，眼神里满是惶恐，他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迅速低下头去。他的沉默表达了一切。我眼神淡漠地看着三人，这一夜后，我将再没有任何家人。我微微扭头，看向静静飞在空中的深渊魔蛟，你呢？还认我这个主人吗？魔蛟的树瞳像2颗黑曜石般冰冷刺骨，毫无波澜。面对我的询问，他懒洋洋甩了下尾巴，直接顺势卷住弟弟江海手腕，俨然已经认了贼巢为家。他可是尊贵的蛟龙，只有江海这种即将绑上富婆的男人才养得起他。至于眼前这个穷逼主人，他只想说养不起就自觉滚蛋，我可不想陪你吃苦一辈子。我心底怒火如火焰般燃烧，特别当看见父女3人露出欣喜笑容时，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深呼口气，五指攥紧一条若隐若现的契约手链，既然你们都想要，我亲手给你们。我掌心用力，瞬间崩断那条契约锁链。这种背叛主人的破蛟不要也罢。江振海一把抢过魔蛟晶体，按进江海的胸口，完成新主契约。母亲苏云烟捂着脸不敢看我，而我的好弟弟江海此刻激动的压制不住嘴角，放声大笑。我转身迈着沉重的步子朝瓦房外走去。这个吃人的地方，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了。别怪爹！父亲江振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冷笑一声，当然不怪你，但以后你也千万别怪我。江林，我可是你爹，不，早就不是了，你只是江海的爹。我冷笑一声，没有回头，大步向前离开这借住了18年的地方。漆黑夜里，我来到一处偏僻宾馆，花光全部积蓄付了1周的费用。3天后学校就会开启新手试炼，只有通过新手试炼的人才有资格报考星火大学，必须要在那之前契约一只御兽。星火大学是星火联盟最顶尖的御兽学府，也是异界战场的直接输送员。若是那只深渊魔蛟还在，新手试炼拿全校第一易如反掌。史诗资质的蛟龙，整个南阳城10年未见。可如今，我攥紧了拳头，江海，等着吧，新手试炼时我们还会再见面。第2天一早，我先去珠宝店，把祖母临终前偷偷给我的玉坠卖了20万灵币。祖母是世上唯一疼爱前身的人，可惜早已离世。随后我打车去了南阳城最大的御兽商行万兽行。万兽行前5层卖稀有材料和资质培养业，后5层才卖御兽。我按资质来到8层稀有御兽区，网上的史诗区10年难开张，不朽区更是空壳。大厅里数十只稀有御兽整齐陈列，其中银月狼的信息清晰浮现，名称银月狼，资质稀有，进化路线银月狼王。其他稀有御兽也各有标注，可每个空间柜下方都标着50万灵币，银月狼更是要80万。我攥着20万的灵卡，尴尬的拦住一名导购，你好，你们这有更便宜的吗？导购耐心解释，客人，负1楼仓库有些残废品，价格便宜很多，就是质量会差不少，带我去看。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负1楼空气浑浊阴冷，锈迹斑斑的铁笼随意摆放，里面的御兽过了今晚就会被炼成材料。我捂住鼻子穿行期间，扫描过的御兽要么资质平庸，伤残严重，要么生机殆尽。就在失望之际，我瞥见角落一个污水混杂的铁笼，里面是只巴掌大、半个龟壳脱落的小乌龟。奄奄一息，却在看到我时，眼里满是哀求。密密麻麻的信息瞬间涌入脑海，名称：主甲水灵龟，资质稀有，等级青铜1阶，状态龟甲粉碎近1半，无法修复。而它的融合路线有足足26条，尤其是最后那条传说级的冰煞骨寒玄武，让我口干舌燥。这时，小乌龟龟壳裂纹处传来灼烫，污水中竟映出魔蛟虚影，又被他一爪拍散。我心头一喜，既然如此，就用江海的魔蛟当玄武的第一块垫脚石。我想起之前瞥见的残废断脚寒水蛇，便小心托起小乌龟，来到另一个铁笼前，里面的小蛇不到半米长，7寸处伤口已结痂，其信息显示它也能融合成冰煞骨寒玄武。你好，就要这2个家伙。好的客人，导购不再多言，这2只按材料价算，一只5万灵币，我立刻花了10万，又拦住导购，还有10万，帮我取深渊陈冠军、明水陈垢和同心结这3样材料。等待时，大厅里传来不少嘲讽，那家伙居然买俩残废御兽，穷疯了吧？买来当累赘吗？掌心里的小家伙们蜷缩起来，满是愧疚。我冷眼回视，轻声安慰，不要理他们，你们才不是累赘。拿到材料后，我立刻返回宾馆，拉上窗帘堵住所有缝隙，融合之事绝不能被人发现。我用温水擦去2个小家伙身上的污垢血痂，我打开材料盒，准备好，我要开始了。融合很顺利，2个小家伙疼得晕厥过去，也没哼一声。我满心心疼，一道金色光柱包裹住他们，在房间里炸开，耀眼光芒被窗帘挡住，没有引来丝毫关注。南阳城城主府内，苏听兰正看着南阳地图，商议次世界裂缝的房屋，这困扰了他半年的难题。还没等他开口，一声巨响骤然炸开，轰！会议桌被压出一道裂痕。苏听兰瞳孔骤缩，望向窗外城内那股从未见过的神圣金光，他心头一震，这气息要么是极强的次世界裂缝，要么是传说级
出使玉兽，后者他瞬间否定。传说级玉兽近千年未现，怎会突然出现在南阳城？来人！ 立即彻查南阳城周围所有次世界裂缝。与此同时，宾馆房间里金光消散后，我立刻查看小乌龟和小蛇，它们已然蜕变。腹甲水灵龟长到脸盆大，龟壳愈合布满冰蓝纹路；断脚寒水蛇体长1米，头顶生冰晶鼓包，缠在龟壳上相依。看着昏睡的小家伙，我满心愧疚。随即查看新面板，冰煞骨寒玄武，传说资质青铜一阶，还有专属技能与进化路线，且不可再融合。传说级玄武，我倒吸一口冷气，昨夜的背叛涌上心头，眼神变冷。明天新手试炼，江海，别怪我提前收利息。新手试炼是毕业届最终考核，2轮积分赛前1000。 可报考星火大学，试炼入口人潮涌动。我刚到就看见江海搂着林雅婷有说有笑，那不是你哥江林吗？小弟一指，另一个打趣：老大，你说他召唤的废物绝地鼠呢？怎么变成王八了？林雅婷嗤笑：绝地鼠早被扔了，江林这种废物不配当小海哥哥。江海眼底杀意浓烈，砸碎深渊，砍碎那王八的壳。深渊魔蛟直劈玄武，却被一道水流护盾稳稳挡住。江海满脸错愕，我转身戏谑，嘴上说不过就动手，正要反击，试炼钟声响起，学生们蜂拥而入。江海趁机拉着林雅婷冲向入口，挑衅道：废物，进了试炼场看你怎么死！我冷笑一声，带着玄武缓步走入试炼空间，下一秒我就被传送到森林当中。一旁有小溪，空中盘旋着联盟检测球，距离试炼结束还有3小时，我必须尽快击杀妖兽攒积分，冲击前1000名。玄宝，我们拿下第一！我给玄武起了化名，隐藏身份。玄宝重重点头，眼底满是战意，还记着刚才的挑衅。很快，我们遇到第一只妖兽，2米长的银蓝色雷牙狼，资质优秀，青铜2阶，技能是雷电撕咬和闪电突袭，正好检验你的实力。玄宝用玄武之玉，玄宝周身泛起深蓝色水波，飞扑过去，水波轻松挡住雷电撕咬，还崩掉了雷牙狼2颗牙。用太阴玄武，幽蓝色水雾涌出，包裹住来不及躲闪的雷牙狼。一声嘶吼后，水雾消散，只剩一具狼骨。一道能量光团涌入玄宝体内，我心中一喜，玄宝只需再杀一只2阶妖兽就能升级。更意外的是，他竟一招越界秒杀了雷牙狼。玄宝，你太厉害了！我忍不住夸赞，蹲下身子想抱玄宝，却发现小家伙哭了，他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声音哽咽。我知道他是太激动了。2个小家伙曾在万兽行地下仓库受尽屈辱，如今熬出头变强大，落差感终于得以释放。我揉了揉他的脑袋，轻声安慰：那样的日子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御兽。2个小家伙重重点头，含泪发誓要誓死护我。等小玄武平复后，我们继续在森林找猎物。有了雷牙狼的经历，我专挑强大的妖兽下手。10多分钟后，我们遇到青铜2阶的毒尾蝎，它的毒属性远不及玄宝。太阴玄武笼罩几秒，毒尾蝎就化为白骨。一道能量光团涌入玄宝额头，它直接升级到青铜2阶。紧接着大量精神力涌入我的脑海，我也突破至青铜2阶。御兽师等级随御兽而定，精神力提升还能契约更多御兽。之后，我们一路横扫沿途1阶、2阶妖兽，我的积分飞速暴涨。南阳中学试炼监控室内，负责人吴阳正上传监控，校长柳叶峰匆匆走来询问：前1000名中，我们学校有几个上榜了？吴阳摇头失望，才3个，也就江海冲进前200名，积分勉强1级，剩下2个在800名开外。柳叶峰叹息：今年联盟情况不好 ，A 级积分不到200个，怕是又要输给魅波族。就在这时，吴阳瞥见大屏幕下方跳出南阳中学江林，刚要告知校长，江林的名字竟像坐火箭般飙升，眨眼冲到500名，转瞬又破100名。积分突破2000大关，校长快看！柳叶峰扭头，瞳孔骤缩，这江林积分怎么涨这么快？吴阳怀疑数据出错，调试后确认无误。此时江林积分已破3000，冲进前10，没多久便登顶第一，积分突破5000。柳叶峰急喝，调出他的监控，他记得江林是江海的哥哥，传闻只召唤了普通绝地鼠。监控里，我正带着玄宝往森林深处跑，2人等级都已突破青铜4阶。玄宝，你确定深处有6阶妖兽？我喘着气问。玄宝点头确认，好，还有半小时，我们去会会他。10分钟后，我们在小溪边见到青铜6阶的刺背熊，而不远处，一支5人小队正被他逼到绝境。江老大，我们能逃掉吗？一名队友声音沙哑，他的御兽已被刺背熊咬死，江海却拽着他要推出去，怕什么？这畜生没力了，快上磨死他！我冷眼旁观，这就是我的亲弟弟，为利益不择手段。那名队友被推出去，刚要后退就被魔蛟逼住，最终被刺背熊的千刺怒爪击杀。江海毫无愧疚，又接连拽出2名队友丢过去，最后1名队友临死前骂道：江海，你个杂种，畜生！江海却示意魔蛟缠住刺背熊，准备和林雅婷逃跑。就在刺背熊要击杀最后1名队友时，玄宝的太阴玄雾骤然笼罩他，雾气中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雾气散去，刺背熊只剩一堆白骨。江海震惊，拉着林雅婷就要逃，却被渊海重压，压得动弹不得。好弟弟，我们又见面了。我似笑非笑地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脸，怎么连哥哥都不叫了？刺背熊的能量光团涌入玄宝额头，他突破到青铜5阶，渊海重压，威力大增。江海后背更沉，林雅婷直接趴倒，畜生，给我去死！江海目露狠色，魔蛟发动暗影绞杀，却被玄宝的玄武之玉牢牢挡住。我冷笑，江海，你下手真绝情！我一脚将他踹倒，脚踩在他脸上。你和爸妈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有时候我真想弄死你！江海满眼恐惧，嘶吼道：江林，这里是试炼空间，你不能杀我！我当然不会杀你。我收回脚，看向被玄宝控制的魔蛟，但今儿个要收点利息。玄宝困住他，玄宝发动更强的渊海重压，魔蛟直接坠落。玄宝比他高2阶，根本不是对手。我掏出小刀划开魔蛟的鳞甲，对准逆鳞切了下去，又挖掉他头顶的黑色鼓包。江林，你个畜生，住手！江海双眼
脸通红，却无能为力。就在这时，空间扭动，第一关试炼结束，所有人被传送到第二关。监控室内，柳叶枫盯着屏幕赞叹：“这小子够狠。”吴阳上传完视频，排行榜最终定格，第1名江林，积分10860，S 级比第2名足足高8000分。柳叶枫激动不已，南阳城进出了全联盟第1个 S 级，大门被踹开，城主苏听兰怒气冲冲进来：“柳校长，那江林是怎么回事？联盟总部电话都要打爆了。”柳叶枫苦笑着讲述全过程，指着屏幕上的玄宝：“就是这只妖兽，我60多年都没见过。”你说这脸盆大的5阶乌龟能越级打过6阶刺背熊？苏听兰满脸不信，最终吩咐调出第2关监控，总部已经派人来核查。我再次睁眼，和玄宝身处一间直径不足100米、借晶石打造的房间里。我收好魔蛟的逆鳞和鼓包冷笑：“江海，魔蛟重伤，你没机会去星火大学了。第2关规则不同，需在试炼傀儡攻击下存活，积分随存活时间增长。”石门打开，青铜2阶的试炼傀儡走进来，直接越过玄宝冲向我。玄宝干他！玄宝先以渊海重压降速，再用太阴玄物将傀儡腐化成铁水。我看着近在咫尺的铁水，心头一紧，原来试炼傀儡优先攻击御兽师。我意识到这一点，立刻躲到了玄宝后面。我虽已是青铜5阶，却和普通人没区别。御兽师唯有突破钻石境、觉醒境，才能觉醒专属天赋，而能突破这道分水岭的人寥寥无几。这时石门再次打开，一具更强的试炼傀儡走了出来。玄宝立刻给我套上玄武之玉。这具新傀儡由烈火石打造，等级青铜3阶，技能是烈焰炮弹和烈火拳。他不给我反应时间，抬手就射出3发烈焰炮弹。好在有玄宝的防护，我毫发无伤。玄宝上，3分钟后，青铜5阶的试炼傀儡被击杀。2具新傀儡随之出现，青铜5阶的试炼傀儡，看样子青铜5阶就是傀儡最高等级了，再往后就是要堆数量了。我暗自思忖，格外小心，毕竟我一旦被击中，试炼就会结束。2具青铜5阶傀儡明显要比1具棘手多啊！我咋啧舌眉头微蹙？监控室内，城主苏听兰彻底见识到我的实力，对我之前的 S 级评分再无怀疑。此刻我的评分已突破2万分，成为首位 SS 级。星火联盟几千年没出过 SS 级，就连 S 级也已是200年前的事。而第2名苏小小仅4876分。试炼空间里，我已存活超过9分钟，全联盟只剩我一人。很快，房间里10具青铜5阶傀儡突然融合，化作一具5米高的七彩巨型复合傀儡，等级直接飙升到白银级。玄宝再强也无法越阶抗衡，最终我们遗憾出局，存活时间刚好定格在10分钟。监控室内鸦雀无声，我的积分最终定格在32867分，赫然是从未有过的 SSS 级。苏听兰目瞪口呆，他从未听说过 SSS 级评分。联盟设置试炼门槛时，也从未想过有人能突破3万分，这需要传说级初始御兽才能做到。他忽然想起昨天南阳城的异常波动，瞬间明白了缘由，目光落在玄宝身上，满是疑惑。我带着玄宝回到试炼入口，这里已没多少人，刚站稳身后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嘶吼：“江林，我要你死！”是江海，他因深渊魔蛟受伤，第2关没撑过3秒，评分以1分之差跌出前1000名，失去了星火大学的报名资格。江海双目通红，手持匕首冲了过来，我冷笑一声，取出小刀轻轻一挑，就挑飞了他的匕首。我的好弟弟，你不行啊，太废物了！江海跌在地上，怒火中烧，还要再冲。数十名工作人员突然出现，拦下他并围住我。为首的工作人员神情严肃：“江林，校长让你去监控室。”现在我愣了一下，知道是试炼表现得到了重视，暗自猜测自己至少能拿个好。临走前，我转头冷冷看向江海：“你该庆幸，要不是试炼不允许杀人，你的尸体早就凉了。”江海瞳孔布满血丝，身旁重伤的深渊魔蛟也醒了过来，紫黑色树瞳里满是恨意。他恨我不早告诉他变强的方法，更恨我挖走他的逆鳞合龙角雏形。林雅婷攥紧江海的手，焦急的要带他去找治疗师，江海却不为所动，眼角滑落一滴血泪，最终他憋出4个字：“雅婷，帮我。”林雅婷重重点头：“小海放心，星火大学考核前，我林家会让他永远消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来到监控室，第一眼就被一位威严肃穆的中年男子吸引。校长柳叶枫介绍道：“江林，这位是南阳城城主苏听兰，这位是军区监察总教徐子安大人，负责监督试炼公平性。”徐子安，我瞳孔骤缩，他可是神圣级御兽师，10年前在亚龙族世界挑战中拿下第1名。我连忙行礼：“城主好，总教好。”徐子安微微颔首，笑着扶起我：“江林是吧？你的名字在军区炸开了锅，恭喜你取得全联盟第1，评分 SSS 级，总积分破3万。”我十分惊讶，没想到自己竟打破了联盟纪录，有许多大势力已在暗中觊觎你，就因为你是联盟历史上第1个 SSS 级。徐子安表情突然严肃：“你这只传说级初始御兽是从何而来？”我心跳一顿，早料到神圣级御兽师能看出玄宝的资质，便镇定地说：“玄宝是我在京都南郊卖梁山挖野菜时发现的，当时他躺在河边昏迷，周围还有几秒就消失的空间波动。”徐子安和苏听兰同时瞳孔收缩，他们立刻想到了次世界裂缝，那是连接不完整小秘境的裂缝，高品质秘境更是战略级资源。徐子安一眼看穿我在说谎，却没有追问，转而说道：“我这次来1是汇报你的情况，2是代表军方请你帮忙，关乎今年的世界挑战。”苏听兰和柳叶枫立刻识趣地退了出去。徐子安布下隔音护罩，凝重地说：“今年联盟挑战的对手是魅魔世界，他们擅长精神攻击，联盟已9连败，今年再输就要割让领土，原住民最好的下场也是惨死。”我心头一沉，坚定地点点头。徐子安投射出边疆地图，指着一处亮点：“这里的次世界裂缝产出定心横钢，能抵消精神攻击，打造定心头盔就能扭转败局。我需要你进去，拿下裂缝核心，让它归联盟所有。”我才青铜5阶，进去跟送死一样。我疑惑道：“这条裂缝只有青铜5阶以下能进入，你最合适。我还会安排
派2名队友。徐子安行了个军礼，无论成败，军方都许诺你一只特殊属性的史诗预兽作为奖励。我来了兴趣，摇了摇头，史诗预兽我不需要。徐总教能帮我搞到这些材料吗？说着，我写下玄宝进化所需的材料。徐子安眉头微蹙，这里面我只见过北辰星沙传说级材料，联盟宝库里有1瓶，我可以申报作为奖励。成交！徐子安十分激动，拽着我就往外走。路过苏听兰时，只说了一句：“苏城主，有事等我们回来再聊。”他召唤出一只遮天蔽日的铁灵苍鹰，带着我振翅高飞。我低头查看他的信息，不朽资质，王者10阶，心头不禁震撼，不愧是徐总教。与此同时，林家大院里，林雅婷搀扶着江海跪在地上，求父亲林多金出手相助，甚至以死相逼。林多金不为所动，还嘲讽江海是废物。江海突然夺过小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我不是逼你，是和你做交易，我用自己的死换你出手对付江林。”林多金来了兴趣：“你的死不值钱，凭什么让我招惹联盟新秀？因为江林那只龟来历不明，一定是不朽级。”江海眼神平静：“我死不死无所谓，只要能勾起你的兴趣就好。”林多金笑了，腿上的橘猫收回弹开小刀的爪子。不错，这个秘密我很感兴趣。江林一个没成长起来的天才，杀了就杀了。江海低头冷笑，眼底满是杀意：“哥哥，你这次死定了。”铁灵苍鹰速度极快，不多时便载着我们抵达一片风沙弥漫的荒凉平原。我猜这就是联盟边缘的边界战场，只要踏过护国长城，就能看到传说中的36条世界裂缝。我轻声呢喃，隐约瞥见风沙中一道模糊的线。徐子安没让苍鹰减速，转向另一个方向。这里是战场，你不适合待在这地方，我直接带你去次世界裂缝。我点头应下。苍鹰振翅冲入云层。1小时后，我们抵达次世界裂缝入口的军事基地广场。徐子安提着我的腰跳了下来。广场四周除了军人，还有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徐子安挥手叫他们过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苏小小，北冰城来的，全联盟试炼第2名；这位是雷阳，京都来的，全联盟试炼第3名。他刚要介绍我，就被苏小小打断。总教大人不用介绍了，我们听说过他，南阳城的江林，试炼3万分，全联盟首个 ISS 级。苏小小眼神机敏地盯着我，他肩膀上趴着一只冰蓝色小猫。我下意识查看他的信息，名称：冰魄灵猫，资质：不朽，等级：青铜4阶，还有传说级进化和融合路线，居然和徐子安的苍鹰资质一样。再看雷阳，他的预兽是半人高的小熊仔，雷域暴熊，资质同样是不朽级，不愧是联盟2。雷阳斜眼瞥着我，眼神里满是不服和质疑，我看得一清二楚，却不以为然。这时玄宝蹭了蹭我的掌心，像是在说会教训坏人。我欣慰地揉了揉他的脑袋。徐子安见状开口：“你们还要参加7天后的星火大学考核，时间紧迫，我们现在就出发。”我们跟着他来到一座空间，结晶打造的蓝色宫殿，中央10米高的次世界，裂缝频频闪烁，四周飘着空间碎片，工作人员正忙着稳定空间。这座宫殿专门固定裂缝，等你们找到次世界核心，它就能被联盟掌控了。徐子安说着，突然拦住要进去的我们：“等一下，这条裂缝难度极高，之前已有8队失败，你们是最后1队，失败就要舍弃裂缝，割让领土，但也别压力太大，量力而行就好。”他取出3枚徽章递给我们，带着，关键时刻能保命，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说完，他郑重叮嘱：“事不宜迟，抓紧出发吧。我祝你们凯旋。”我们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踏入了次世界裂缝。裂缝另一头，巨大的失重感让我们瞬间下坠，100米之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我示意玄宝发动，玄武之域，幽蓝色水波将我们包裹，稳稳落在海面上。苏小小的冰魄灵猫冻住一小块水面，它轻松站在上面。只有雷阳扑通掉进海里挣扎着喊：“快救我！我不会游泳啊！”我让玄宝救起他。雷阳湿淋淋的自尊心作祟地说：“穷小子，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本少爷还是不相信你能拿到 SSS 级评级。”喂，雷阳，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要不是人家救你，你早就淹死了。雷阳脸蛋涨红，憋了半天，弯腰对我道：“谢谢你，江林，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忍不住笑了，摆摆手让他起来。我们快点出发吧。海面一望无际，远处只有一座小岛。我们刚走几步，一道10米高的巨浪突然将我们卷进海底，还好有玄宝的护盾，我很快游了上来。雷阳和苏小小也陆续浮出水面，苏小小的衣服全湿了，我让玄宝用护盾帮他吸干。他真诚道谢：“江林，谢谢你。”没多久，我们遇到第一波妖兽，3条青铜3阶的嗜血鱼。雷阳上前一步，傲娇地说：“这种妖兽交给本少爷，免得你被吃了。本小姐可没答应让给你。”苏小小正要争执，被我拦住。我笑着说：“可以，不过玄宝的护照只有1个，你要和你家暴熊一起上吗？”雷阳僵了3分钟，咬牙道：“本少爷相信你的 SSS 级实力，能不能给胖熊也套个护照？”我被他逗笑，让玄宝给雷域暴熊套上护照。雷阳一声令下，雷域暴熊3爪就解决了嗜血鱼，得意地问我：“怎么样，我的胖熊厉害吧？以后我罩着你。”接下来几波妖兽，雷阳都抢着拦下。我和苏小小没出过力，走到60%路程时，我们遇到5只青铜5阶的深海巨章，雷阳终于不逞强了。他的雷域暴熊只有青铜4阶，根本对付不了5只。他看向苏小小：“苏小小，我家胖熊累了，你帮我分担一点。”看向我时，却憋得说不出话。我尖壮道：“我负责3只，剩下的你们平分，别逞强了。穷小子，你躲在我身后吧。”雷阳又拦着我：“雷阳，你太过分了。”苏小小气鼓鼓地帮我说话：“江林，我相信你。”他说着就带着冰魄灵猫冲了上去。冰魄灵猫用玄冰残影和双痕灵爪与巨章缠斗起来。雷阳也不敢再多说，带着雷域暴熊发动雷霆千钧坠，砸向一只巨章。我摸了摸玄宝，玄宝上，控制住剩下3只。玄宝前肢一跺，发动渊海重压，3只巨章瞬间被定在原地。我才发现玄宝受到水属性加持，实力变强了。他喷出幽蓝色的太阴玄雾，
瞬间将一只巨章腐化成粉末，能量光团融入他体内。苏小小见状大声欢呼：“江林，你太厉害了！”雷阳则脸色难看，显然没想到我真有实力。不到1分钟，玄宝解决了剩下2只巨章，等级直接升到青铜6阶。雷玉暴熊和冰魄灵猫也各自升级到青铜5阶。我蹲下夸奖玄宝，起身看向雷阳，似笑非笑地说：“雷少，妖兽清完了，我们接着走。”雷阳浑身一激灵，扭捏半天：“江哥，要不你领头吧？”我故意逗他：“你叫我什么？”江哥。他红着脸喊出声，我和苏小小都笑了起来。苏小小打趣他：“雷阳，现在相信江林的 SSS 级实力了吧？”2人又要争执，被我打断。好了，我们抓紧找次世界核心。与此同时，空间宫殿里，徐子安正严肃地盯着屏幕上我们的光点。光点停滞许久后，终于再次向小岛移动。负责人惊呼：“我的天！他们居然通过了60%的挑战，那可是5只青铜5阶的深海巨章！”所有人立刻忙碌起来。徐子安握紧拳头，在心里默念：“江林，你们一定要成功啊！”我依旧让雷阳走在前面打头，这种出头鸟的事我可不会做。雷阳对我的态度彻底转变，凡事都先问我意见。江哥，咱们往哪走呀？江哥，那里有怪。江哥，这只6阶妖兽让给我呗。我胖熊刚升5阶，想试试手，他一口一个。江哥喊得我头都大了，摆摆手让他自己拿主意。不过雷阳这小子是真能处，不媚男不媚女，只媚强，哪怕是京都公子哥也甘愿跟着我。苏小小也不对我了，偷偷凑到我耳边说：“江林呀，雷阳心底不坏，你别怨他之前说话难听好不好？”我盯着小巧的他笑了，放心，我心也没那么小。再说雷阳之前也是想保护我。苏小小这才松了口气。很快，雷阳指挥雷玉暴熊击杀了挡路的青铜6阶妖兽，我们离小岛只剩不到1000米。江哥，我怎么样？雷阳一脸求夸，我笑着竖了个大拇指，很厉害。他挠挠头，有些害羞。有玄武之玉在，水下偷袭的妖兽全被挡了回去。没多久，我们就到了离小岛500米处，海水变浅，我终于看清小岛模样，直径2公里，光秃秃的，全由水蓝色铁矿构成。视线刚对上，脑海就浮现出信息：名称定心横钢矿场，品质普通不朽，分布普通63，优秀20，稀有10，史诗5，不朽2。介绍：塑形能力强，重量小，可抵挡魅惑类精神力攻击。小岛四周是4、5米大的礁石，还笼罩着一层能量光。我们笃定次世界核心就在这，正要靠近，海面上突然泛起涟漪，那些礁石竟动了起来，还露出猩红的眼眸。我立刻拦下雷阳和苏小小，凝重地说：“不对，这些礁石都是妖兽。”礁石浮出水面，竟是一群2、3米长的巨型鳄鱼，粗略估计有30只，后方还有一只体型更大、气势更强的首领。我解析出他们的信息：普通鳄鱼是寒血恶怪，史诗资质，青铜6阶，技能寒恶百尾，冷血撕咬；首领是寒血恶王，不朽资质，青铜8阶，技能冻髓撕咬，冷血寒喜，不朽资质。我瞳孔骤缩，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种级别的妖兽。雷阳脸色发白，退到我身边：“江哥，那头大鳄鱼的气息怎么和胖熊那么像？”我点头：“你猜的没错，它和雷玉暴熊一样，是不朽资质，还比胖熊高3级。”雷阳咽了口唾沫：“江哥，你能解决吗？”苏小小也看过来，显然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也没底。玄宝之前能越2级圣稀有妖兽，可寒血恶王资质高了2个档次，我试试吧。我啧舌。不过你们能解决其他寒血恶怪吗？那可是30只。苏小小立刻说：“我和小兵会拦住他们，不打扰你。”雷阳也连忙附和：“我和胖熊也是。”那我们上。我眼神一冷，带着玄宝冲向寒血恶王。雷阳和苏小小则清理障碍。玄宝使用太阴玄雾，玄宝用玄武之玉挡住恶王摆尾，吐出幽蓝色水雾笼罩他，水雾散开，恶王竟只被腐化了几个小洞，没死。不愧是不朽级妖兽。我苦笑，拦住还要冲的玄宝。我蹲下身，贴着玄宝耳朵说：“你只有太阴玄雾，一个攻击技能，对他无效。咱们先拿其他寒血恶怪升级，再回来对付他。”玄宝眼睛一亮，立刻点头。我朝身后大喊：“苏小小、雷阳，帮我挡一回恶王，我带玄宝升级。江哥尽管去，胖熊拖一会没问题。”雷阳兴奋不已，苏小小则直接指挥冰魄灵猫拦上去。战斗时的他冰冷飒爽，颇有冰系女神的样子。我带着玄宝扑向恶怪群，青铜6阶的玄宝在这里就是吧。渊海重压，一触发，恶怪全被定住。太阴玄雾直接将他们腐化成枯骨。击败5头恶怪后，玄宝突破至青铜7阶。可就在这时，海面掀起10米高的巨浪朝玄宝袭来。玄宝小心！我急得大喊，可玄宝竟迎着巨浪冲了过去，瞬间被吞噬。玄宝，我正要冲，却被苏小小拦住。江林，你冷静点。玄宝没事，他这是触发元素共鸣了。苏小小解释道。元素共鸣，我冷静下来，看着吞噬玄宝的海浪形成一个水球，就是御兽与环境深层交流，攻击伤害翻倍，只有不朽资质以上才有极小概率触发，还会留下元素印记。苏小小满眼羡慕，玄宝才青铜就触发了。江林，把玄宝卖给我吧，我把我姐姐介绍给你认识。我瞳孔放大，这小丫头脑回路也太新奇了。很快，水球收缩散开，玄宝身上缠绕着水蛇般的海水，气息大幅提升。江哥，我快坚持不住了。雷阳的咆哮传来，我立刻带着玄宝回去。此时雷玉暴熊和冰魄灵猫都受了伤，我让他们把御兽召回来。玄宝，准备好了吗？我抚摸着他的小脑袋。玄宝眼神亢奋，上，把这只臭鳄鱼融成骨头。玄宝冲上去，渊海重压，压制住恶王。恶王的冻髓撕咬，连玄武之玉的护罩都没打破。玄宝趁机吐出水雾，雾气散去，海面上只剩一堆鳄鱼骨头。又是一招秒杀。雷阳倒吸一口冷气，眼神里满是震惊。恶王死后，其他恶怪纷纷逃窜，我们继续朝小岛走去。剩下的路程再没遇到妖兽。上岛后，我敲了敲定心横纲，格外结实。这就是总教强调的定心横纲吧？雷阳捡起一块碎矿，我点头，没错，快找次世界核心。小岛中心有个矿洞，里面果然有一枚发光的蓝色晶体，正是能量光的来源。我们快拿核心离开。苏小小说完，雷阳拦住我，江哥，这种小事让我来。他跳下去，很快就把核心递到我手里。我刚要查看核心信息，他突然
光芒大盛，笼罩住我们三人。一道悠远的声音响起：秘境试炼已结束，开始结算。最终评价：江林 SSS 级，雷阳 S 级，苏小小 S 级。紧接着又一道光芒落下，奖励开始发放。三人被耀眼的金色光柱笼罩，我面前缓缓浮现3样传说级物品：圣水庇佑项链、生命泉水配方和能量果实。雷阳和苏小小面前则各有1样史诗级物品和1颗史诗级能量果实。我伸手取出3样物品，目光落在水蓝色的圣水庇佑项链上，它能让传说资质御兽的水属性技能伤害增加50%。有了它，玄宝别说越1阶击败不朽级妖兽，越2阶也轻而易举。不愧是 SSS 级评分和秘境的丰厚奖励。生命泉水配方可制作能彻底修复传说资质御兽伤势的泉水，而能量果实能让白银以下御兽提升2阶。我转头就看见玄宝直勾勾盯着果实，口水都流了出来。玄宝，这能量果实你想吃吗？想，主人，快给玄宝尝尝吧。玄宝的2个小脑袋跟着我的手晃，我逗了他一会儿，笑着把果实掰成2半喂给他。他大口吃完，等级直接突破2阶，定格在青铜9阶。我也同步升到了青铜9阶，距离白银级只剩1步之遥。我随即把圣水庇佑项链戴在他脖子上，他的气息瞬间又强了几分。先委屈你一下，下次再搞到项链，一定给你戴。我摸着小黑蛇的脑袋，他亲昵地蹭了蹭我的手心。至于生命泉水配方，我心里也有打算，之前卖玉佩的20万灵币全用在融合玄宝上，正筹赚灵币，传说级生命泉水定能卖个好价钱。我计划进入星火大学后就尝试制作。另一边，雷阳和苏小小也分配好奖励，他们的御兽吃掉史诗能量果实后升到青铜6阶，魅惑头盔能让御兽抵挡同等级史诗资质御兽的魅惑攻击。我怀疑这就是徐子安总教要打造的头盔。任务结束了，我们现在回去吧。我走到他们面前说道。苏小小点头。我举起次世界核心正要传送，却被雷阳叫住。江哥，怎么了？我疑惑地看向他。雷阳扭捏半天，脸色涨红。江哥，你以后要是来了京都，一定要找我。雷阳，你脑子让驴踢了。苏小小率先对道。江哥也要去星火大学，到时候不就能见到了？怎么，雷家小少爷想弃考啊？雷阳被对得哑口无言，尴尬的挠挠头。那江哥，星火大学上见。好，星火大学再见。我被他逗笑，点头应下。次世界核心触发，金光闪过，我们3人瞬间消失在小岛上。与此同时，空间宫殿里，徐子安背手站在蓝光屏幕前，屏幕上我们3个光点许久未动。宫殿负责人忍不住询问是否失败，徐子安死盯着屏幕，坚信我们能成功。突然，光点动了，眨眼间来到次世界核心周围。负责人激动的声音颤抖，蓝光大屏被金光点亮，控制台响起警告。负责人查看后惊呼：青铜不朽级。徐子安按捺住激动，拨通加密电话：原长空，秘境已被联盟掌控，立即召集长城军全部战力为首国界长城，尤其注意魅魔族动向。是。挂断电话，徐子安神情凝重，喊来北岳4将，带着他们前往国界长城守卫。金光闪烁，我们3人回到空间宫殿，却没看到徐子安。宫殿负责人小跑过来，激动地说：你们可算出来了，魅魔族在国界长城外搞小动作，总教大人赶过去帮忙了，他吩咐我送你们回去，答应的奖励等他结束后去星火大学找你们。我点点头，将次世界核心递给负责人，随后跟着3名军人返回南阳城。回到城里，我打算回宾馆休息，当初租了1周宾馆，结果因秘境的事5天没好好休息，心里还盘算着明天找前台问问能不能打折。刚到房间门口，拧把手时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按住，我和玄宝竟都没察觉身后有人，我瞬间弹开，警惕地看向对方，一名20出头的斯文男子，戴着金丝眼镜，身后跟着一只半人高的黑色蜘蛛。玄宝低吼着想冲过去，被我拦住。玄宝，等一下！我眼神不善地问：你是谁？大晚上为什么跟着我？男子扶了扶金丝眼镜，微笑着说：江林是吧？您好，我叫白子南，这次来是受人所托，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惩戒？凭什么？我瞬间拉开距离，暗自心惊。他的御兽夺命蜘蛛是白银1阶，而他竟是白银御兽师，凭你惹了不该惹的人。白子南抚摸着夺命蜘蛛，大人说了，不取你性命，打你个半瘫不死，让你参加不了考核就行。我握紧拳头，强压怒火，想掏出他身后的人。我搜遍记忆，排除了江海，又想到能在南阳城布下眼线，精准找到我的只有城主和几大势力家主。突然，我想到了林家，江海是林雅婷的未婚夫，唯有林家会与我结怨。我死盯着他，我知道了，是林家派你来的。不是。他表情僵硬，眼神回避，还下意识搓手摸鼻子。我心里一笑，前世学的微表情果然有用。白子南彻底慌了，我看得出来，他身后有人质牵绊，此刻竟生出了杀心。小子，你找死！白子南彻底卸下斯文伪装，怒气冲冲地扶了扶金丝眼镜，眼神里满是杀意。夺命，使用嗜血狂喜。夺命蜘蛛的2条前腿早已染血，接令后瞬间扑来。我冷笑一声，心里暗忖这装逼男果然恼羞成怒。可玄宝才青铜9阶，即便有圣水庇佑项链加持，能提升50技能威力。面对高2级且跨白银分水岭的优秀资质蜘蛛，我也没底。玄宝，快使用玄武之玉！玄宝立刻冲到身前，幽蓝色水波形成护罩将他笼罩，水蛇在罩上盘旋。可夺命蜘蛛速度极快，血色前腿瞬间刺破护罩，好在终究挡住了这一击。什么？白子南瞳孔骤缩，倒吸一口冷气，显然不敢相信青铜9阶的玄宝能挡住白银级的嗜血狂喜。我也暗自啧舌，白银级果然强悍，若不是有项链，玄宝根本撑不住。好在我只需拖住时间，宾馆的动静迟早会引来人。白子南显然也意识到这点，表情狰狞的嘶吼：夺命！接着上，使用千钧突刺，给我戳死这臭小子！夺命蜘蛛弹射升空，8根猪腿爆射而出。我立刻指挥玄宝前蹄跺地，用渊海重压。瞬间，战场被重压笼罩，夺命蜘蛛像被大山压住，从空中坠落，速度慢了10倍不止。我心中一喜，连忙喊：玄宝，用太阴玄雾！幽蓝色水雾笼罩住蜘蛛，可水雾散去后，原地只剩一个被蛛网缠绕的白球。他竟用蛛网缠绕挡住了腐化。夺命，好样的！白子南松了口气，刚要再指挥，2楼楼梯口突然传来暴喝：住手，不许动！10多名军人冲上来围住白子南，紧接着一道平淡的女声响起：敢在我
我管辖的地方惹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扭头，竟是城主苏听兰。他走到我身旁，冰冷地问白子南说：“幕后指使者到底是谁？”白子南眼神狠厉地盯着我。突然，夺命蜘蛛的前腿猛地戳进他的心脏，噗的一声，白子南吐血倒地，几秒后没了气息，夺命蜘蛛也随之僵直。这就是御兽契约的霸王条款，主人死，御兽也会陪葬。我皱紧眉头，白子南一死，林家指使他的证据就断了，江海也能再苟一段时间。我攥紧拳头，暗下决心，等从星火大学考核回来，再找他们算账。江哥，熟悉的声音传来，苏小小朝我走来，给你介绍个人，这是我爹苏永山。我连忙打招呼，苏叔叔好。苏永山拍了拍我的肩膀，爽朗一笑，你就是联盟第一的江林吧？提醒你一句，星火大学考核不靠积分，这里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你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争第一。爸，你又吓人。苏小小嗔怪道。苏永山笑了笑，叮嘱苏小小好好考核，便转身离开了。我正沉思考核事宜，后背突然被拍了一下。江哥，你别压力大，我爸就爱吓唬人。苏小小歉意地看着我，我笑着摇头，没事，苏叔叔说的对。江哥，我想死你了。雷阳小跑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考核结束后，你一定要给我留联系方式。我刚点头，雷阳身后就传来一道轻佻的声音：哟，雷少，这位就是你夸上天的江哥啊。说话的是京都万海兽楼的少爷吴傲天，身后跟着10多名纨绔子弟，眼神里满是蔑视。雷阳连忙介绍，我伸出手想打招呼，却被吴傲天不屑地避开。SSS 级又怎样？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可怜虫，臭乞丐也想拿第一，我会看着你摔下来的。吴傲天的语气充满敌意，想来是因为我被他父亲拿来比较，心里记恨。吴傲天，你嘴巴放干净点，江林可是总教大人都赞赏的人。雷阳怒了，上前一步质问。吴傲天脸色一沉，雷阳，你翅膀硬了，这江林说不定用了下三滥的手段，联盟最不缺半路夭折的天才。我拦住要反驳的雷阳，冷笑一声，看向吴傲天，京都万海兽楼，吴傲天是吧？你的废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请让开，你挡着我路了。吴傲天的小弟们顿时炸了，纷纷要动手，却被吴傲天拦下。他死死盯着我，没说一句话，带着人转身离开。就在这时，洪亮的钟声响起，星火大学考核正式开始。一名戴墨镜、气场冷峻的中年男子走出校门，瞬间压下所有嘈杂。我叫白风，是本次考核总考官。时间到，跟我走。我们跟着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广场，四周有9个擂台，每个擂台上都站着一名穿校服的学长学姐。第一轮测试比拼战斗力，擂台上的是你们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也就是擂台主。白风站在看台上，你们任意挑选1名挑战，坚持3分钟不输就算通过。擂台主会压制等级，最高青铜10阶，最低青铜6阶。挑战越强的擂台主积分越高，最终按总积分分班。给你们1天时间，自行挑选擂台。说完，白风目光定格在我身上，脚下生风，飞身飞向学院深处。能飞行，至少是觉醒级实力。星火大学果然名不虚传，人群再次嘈杂起来，大家都在犹豫选哪个擂台。很快，一名叫牛三强的考生选择挑战青铜6阶的5号擂台，他的御兽是青铜5阶的稀有资质踏水黄牛，而擂台主的御兽竟是被压制到青铜6阶的史诗资质月夜狼王。我心中笃定牛三强必输，史诗资质加白银级底子，根本不是踏水黄牛能抗衡的。果然，不到半分钟，踏水黄牛就重伤昏迷，屏幕上显示牛三强挑战失败，场面瞬间寂静。之后的挑战者都收敛了自大，大多选择低于自己等级的擂台，可通过率依旧只有40%。我看向雷阳和苏小小，你们决定好挑战谁了？3号擂台，青铜8阶。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雷阳的雷域暴熊是青铜7阶不朽资质，苏小小的御兽也不差，应该能通过。江哥，你呢？我目光投向最冷清的1号擂台，青铜10阶。1号擂台，玄宝已经青铜9阶，挑战9阶没意义，撑3分钟不难。雷阳和苏小小瞳孔一缩，随即反应过来玄宝的等级，便点了点头。江哥，你先来，我们在下面观摩。我穿过人群走向1号擂台，周围瞬间挤满了人，议论声此起彼伏，大多是怀疑和嘲讽。吴傲天也带着小弟挤了过来，轻蔑地笑道：“等着看他出丑吧。”我无视所有异样的目光，他们只以为我能撑过3分钟就不错了，可我从始至终想的都是打赢擂台上的那个人。江哥加油！雷阳和苏小小在台下大声呐喊。我轻松一笑，将手放在控制屏幕上，金光笼罩间，我和玄宝已站在1号擂台上。擂台四周目光汇聚，守擂的是位贵气十足的白发少年，与我洗白的外套形成鲜明对比。你好，我叫金子轩，负责1号擂台的挑战。他微微弯腰，温文尔雅。你好，我叫江林。我回应着，余光似瞥见他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但愿是错觉。双方点头后，战斗即刻开始。广播响起，江林挑战1号擂台，挑战开始，限时3分钟。金子轩瞬间召唤出御兽，羽毛雪白，头顶有金丝的雪绒金线犬。我查看信息，名称雪绒金线犬，资质史诗，等级白银3阶，压制至青铜10阶，技能血源风暴，金线绞杀，极寒光线。玄宝准备好了吗？主人，玄宝准备好了，我们上。玄宝立刻冲到擂台中央，金子轩先发制人，雪绒使用血源风暴，雪绒振翅高飞，掀起5米高的风暴，风浪让我都有些站不稳。玄宝防护，玄宝虎躯一震，玄武之玉触发，水蓝色波纹笼罩全身。金子轩冷笑，显然不信这护罩能挡住攻击，可风暴消散后，玄宝竟毫发无损，全场震惊。什么？这怎么可能？金子轩瞳孔骤缩，台下雷阳和苏小小欢呼，江哥好样的，一鼓作气直接打败他。金子轩怒极反笑，又下令雪绒不要停，使用金线绞杀。雪绒额头金丝竖起，俯冲直击玄宝身上的黑蛇，可攻击触碰到护罩便瞬间崩开，玄宝龟壳上连痕迹都没有。我摇摇头，青铜10阶已不配当玄宝的魔角石。玄宝把那只鸟弄下来。玄宝抬蹄堕台，渊海重压触发，雪绒瞬间从空中坠落。我又指挥玄宝用
太阴玄物控制住他，留其性命。雪容、金子轩双眼通红，突然捏碎一枚光球，雪容瞬间解除压制，恢复白银3阶。臭乞丐，本公子给你脸了，今天你和你那只王八就留在这里吧。雪容，杀了他！雪容吹散太阴玄物，口中凝聚极寒光线，射向玄宝。玄宝，小心！危急时刻，一阵暖风袭来，直接吹灭了光线。金子轩，自己去惩戒处受罚吧，再有下次，开除学籍。白风踏着微风走来，眼神冷漠。金子轩脸色惨白，不敢反驳，临走前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松了口气。若不是白风及时出现，玄宝就危险了。白风走到我面前，这次是金子轩的问题，你已经通过考核了，并且第一关拿到了满分500分，全场哗然。星火大学从未有过第一关满分的先例。我走下擂台，无数目光聚焦而来，人群中吴傲天眼神阴沉。第一关拿了满分又如何？臭乞丐就是臭乞丐。第二关考验的可不是武力，我倒要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雷阳和苏小小立刻围上来，江哥，你太厉害了。苏小小又说，江哥，我把我姐介绍给你认识吧，她就比你大1岁。我连忙摆手，这已是他第2次提了。随后雷阳和苏小小挑战3号擂台，青铜7阶，有金子轩的前车之鉴，擂主不敢解除压制，两人3分钟内完胜，各获300积分。令人意外的是，吴傲天那群京都纨绔，除少数几人外，竟都通过考核，预售还都是史诗资质。雷阳解释后，我才明白，他们的史诗预售都是花钱买的，家里为了让他们进星火大学，四处搜罗契约。我疑惑星火大学为何默认此事，雷阳也不清楚。当晚在临时宿舍休息后，第1轮考核结束，1000人中仅不到400人通过。白风站在看台上宣布，今天开始第2轮考核，考的是副职业发展方向，1天内成功入门一个副职业，材料自行选择，完成后到我这里展现能力。考核正式开始，全场哗然。1天入门副职业难度极大。苏小小解释，去年我姐考核也是这个任务，她选了铁匠，拿了300分。我追问其他职业，她道，热门职业多是缝纫师、鉴定师等门槛低的，分值不高。T1职业有赋能师、治愈师、药师，T0职业只有一个，缔造师。缔造师我知道，能调配资质培养液，提升预售资质，门槛极高，却能拿考核满分。雷阳说要选鉴定师，他父亲是4星鉴定师。苏小小红着脸说选铁匠。我沉思片刻，我的金手只能看见预售进化路线，成为缔造师并非难事，我选择缔造师。雷阳惊呼出声，苏小小却坚定地说，我相信江哥。我们分开后，我径直走向缔造师区域，这里围满了尝试的人，区域内有2个材料架，一张实验桌，桌上铁笼里关着一只莫文星，我的视线自动浮现它的信息，名称莫文星，资质优秀，等级白银10阶，进化路线拳王莫星，稀有材料黑煞石、钢条之液、拳王树星。缔造师的难点的是找准预售进化材料，我快速浏览材料架，很快找到了所需3种材料。既然如此，便放手一试。我无视四周目光，径直走到实验桌前，此举瞬间引来一片哗然。我去，他要选缔造师职业，真敢挑战第2关满分，实力再强也未必能入门缔造师，太自大了。质疑声占了多数，就连看台上的白风也投来询问的目光，大概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全能。我对这些声音毫不在意，走到实验桌前与铁笼里的莫文星对视，从他萎靡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被困白银10阶多年，早已没了对未来的向往。我伸手抚摸铁笼，轻声安慰，放心吧，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了，我会提升你的资质，让你看一看黄金世界是多么的精彩。莫文星听不懂我的话，却莫名露出期待的神色。我转身从架子上找出莫文星进化所需的黑煞石、钢条之液和拳王树星，还有调配用的瓶罐。虽说我能看见进化路线，但资质培养液需经高温蒸煮、熔炼稀释等繁琐步骤，这也是缔造师能成为联盟最副职业的原因。好在我能看见详细调配步骤，否则也不会贸然选择这个职业。我先将黑煞石捣碎放进试管，倒入钢条之液后加热，需精准控制火候，连变动时间都要精确到分秒，还要适时加入黄金级能量液，这不仅磨人，更考验精神力。以我现在的精神力，也只能调配这种黄金级培养液。半小时后，最后一滴能量液滴入，试管里的气泡突然平息，我抓住仅有的1秒机会，将拳王树星丢了进去。5秒后，试管恢复平静，墨绿色的资质培养液大功告成，人群瞬间炸了，成功了，好像是吧？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广场，所有人都期待着新手考核首个满分诞生。我看着培养液，视线里自动浮现信息，名称资质培养液，稀有级，介绍莫文星专属培养液，可进化成拳王莫星，稀有，还差最后一步，让莫文星进化。我扭头朝看台上喊，总考官，我要开始考核。白风瞳孔骤缩，强压激动飞过来，挥挥手说，可以开始考核了。我立刻将培养液倒在莫文星头上，他瞬间被绿色光柱笼罩，气息快速攀升至黄金级。光柱熄灭后，莫文星体型翻倍，手掌大如脑袋，正是拳王莫星。他握拳捶胸，震耳的声响传遍全场。我看着拳王莫星的信息，满意一笑。白风强装镇定，宣布考核成功了。第2轮你的评分是500分。人群再次沸腾，又是满分。江林太牛逼了。白风拍了拍我的肩膀，叮嘱我自行安排剩余时间，明天参加入学仪式。随后带着拳王莫星飞向学院深处，想必是去报喜了。人群散去后，雷阳和苏小小挤了过来。苏小小抱怨，服了，挤了半个小时都没挤进来。雷阳搂着我不停夸赞，苏小小倒平静，说我做了就一定能成。他提醒我，你入门了缔造师，有空去缔造师工会认证一下，能拿徽章、长袍，还有材料折扣等特权。我点头应下，又问他们的考核情况。我在北冰城就认证了1星铁匠，不用考核，给总考官看徽章就行。苏小小说，雷阳也一脸轻松，我也差不多了，等总考官回来就能考核。我放心下来，以他们的实力，入学稳了，大概率还能分到一个班。与此同时，南阳城林家大院里，江海和林雅婷正跪在地上，林多金揉着额头，斥责江海，我让你利用白衣男换掉江林，
你却让我损失1名白银级，还惹了一身麻烦。江海连连磕头认错，林雅婷也求情，却被林多金警告，林家不能动用黄金级御兽师，否则会被城主府查到。最终，林多金看在林雅婷的份上，再给江海一次机会，我把你送进天狼大学提升实力，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失败了你们一家3口都别想活。考核广场上，我们3人聊起天狼大学，苏小小嗤笑，那破大学200年没赢过星火大学一次，学费1年50万灵币，被戏称吸金大学。雷阳补充，不是他拉垮，是星火太强，上次考核的8个擂台主拉出去都能碾压天狼。我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星火大学竟强到这种地步。这时白风宣布第2轮考核结束，1000人中只有190人积分超400分留下，我们跟着他去安排宿舍，没想到竟是1人1间，40层的高楼里，宿舍里客厅、卧室、家电一应俱全，堪称拎包入住。我被分到20层3号房，雷阳在19层1号，苏小小在32层5号，出行很方便。我躺在沙发上，终于能好好休息。星火大学每年给学生2万灵币补贴，我打算明天入学仪式后去买2件衣服，我身上就这1件，实在没多余的钱。我摸了摸玄宝的小脑袋，玄宝，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看着玄宝身上的泥块，我抱着他去洗手间洗澡。洗手间有专门给御兽洗澡的区域，可玄宝怕痒，全程笑得直挣扎，哈哈哈哈！主人不要，哈哈哈哈！玄宝要受不了了，我按住他洗完。从那以后，玄宝就对洗澡有了阴影。第2天一早，我洗漱完毕，穿上印有星火大学徽章的校服走出房间。今天要举行入学仪式，还要分班，我得早点去广场集合。星火大学分东西2校区，东校区是主校区，聚集了800名以战斗为主的学员，我雷阳和苏小小都在这。西校区则是200名副职业学员，由新人试炼中被发掘天赋者组成，战斗能力远不如东校区。今天的新生入学仪式就在东校区1号广场举行，早上7点55分，不到250名新生散落在广场四周，每个人脸上都满是激动。我们终于考上了这所全联盟顶尖大学。广场四周的看台上坐满了高年级学生，即便如此，比起新人考核的3号广场大10倍布置的1号广场，依旧显得空旷。我和雷阳、苏小小早早汇合等候，看台上东西校区的老师已然就位，最前方坐着星火大学校长，联盟12冕下之一的万师冕下。没人知道他的具体实力，但毋庸置疑，他至少是神圣级御兽师，比徐子安还要强大，是联盟擎天柱般的存在。叮咚，8点1到，新生迅速集结整齐，万师冕下俯首环视，欣慰点头。新生们也悄悄打量他，白发苍苍却身体硬朗，袖管下隐约可见肌肉。我暗自惊叹，这位冕下至少活了300年，依旧精神矍铄。身旁的玄宝缩了缩身子，传音道：“主人，这个人实力非常强。”我轻轻抚摸他的下巴安抚。万师冕下开口：“首先，伸出你们的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为你们自己鼓掌，祝贺你们通过了层层选拔，最终考入星火大学。”广场上瞬间响起热烈掌声，学长学姐和老师们也由衷祝贺。掌声平息后，他继续说道：“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星火大学正式的学生了。未来4年，你们将在这里生活、交友、学习战斗技巧和职业技能。毕业后为联盟添砖加瓦，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时，也要履行职责。我说几个主要注意事项。”他顿了顿，逐一说明：校园内严禁私自斗殴，但可在指定战斗场友好切磋。第2，禁止利用学生身份在校园外行使特殊权利。第3，禁止私自进入未授权的次世界裂缝。第4，家族学生毕业后禁止加入联盟总部、军方等势力，违反者视作与学校开战。第5，学校不实行末位淘汰，但每年考核失败者开除学籍。希望你们不荒废大学时光，不留遗憾。好，接下来由年级主任分配班级。万师冕下说话时，目光扫到我身上，明显顿了顿，却什么也没说，默默坐回座位。我疑心自己看错，来不及细想，年级主任已开始分班。江林1班，苏小小1班，雷阳1班。1班是东校区最好的班级，虽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我们3人还是松了口气。雷阳激动地搂住我的脖子：“太好了，江哥，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班了。”松手，快喘不过气了，我脸都憋红了。苏小小在一旁哈哈大笑。后续分班中，听到吴傲天1班10，我眼神微眯，回头果然看到他用邪恶的眼神盯着我，还做了个割脖子的中2动作。雷阳凑到我耳边嘀咕：“我听我爸说，吴傲天小时候发高烧，脑子有点不太正常。”我恍然大悟，不再理会他。最终东校区分了5个班，每班38人；西校区200人分为5个副职业班，人数不均。缔造师6班仅4人，副职业10班有22人。我格外留意前4个班第1个被念叨的人，能在全联盟脱颖而出，他们未来必定不凡。分班结束后，我们跟着30出头的女老师来到1班，她是我们未来4年的班主任洪凤霞。光听名字就知道脾气火爆。雷阳路上不停抱怨，未来4年的日子不好过了。洪凤霞站在讲台上，气场全开，她推了推紫色眼镜：“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我不看你们的入学成绩和身世背景，只要没达到我的要求，后果你们清楚。”她顿了2秒，班级温度骤降，雷阳大气都不敢喘。我会给你们的入学成绩打分，学期末评分没提高1个等级的，自动退到2班。这话一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我也心头一震。这老师手段真够狠，连我都有被降到2班的可能。雷阳更是慌了，抓着我的胳膊带哭腔：“江哥，下学期咱俩可能就不在一个班了，我舍不得你哇！那个学生，你在干什么？给我站起来！”洪凤霞的声音传来，雷阳浑身一震，一个粉笔头精准砸在他脑门：“你叫雷阳是吧？我记住你了。”雷阳一脸绝望，我暗自好笑。上午的理论课很快结束，我们还没到白银级，没有预售空间，只能把玄宝藏在宿舍，下午实战课才能带过来。大1每天2节课，每节2小时，大2就没有理论课了。中午，我们3人去了东校区最大的食堂，我第一次吃食堂，满心期待。食堂大的离谱，1楼上百个窗口全是高能量食物，而且全部免费。我口袋里只有学校补贴的2万灵币，根本吃不起这类食物，心里瞬间乐开了花。我正要走向1楼窗口，雷阳一把拽住我：“江哥，在1楼吃什么？都是低能量的，走，我们去2楼。”我一愣，在我眼里昂贵的高能量食材
在他嘴里竟成了低能量的，果然是负少的世界。我正要拒绝，吴傲天的声音突然传来：“哟呵，臭乞丐还想上2楼吃啊？就你那一身穷酸味儿，别把2楼给染臭了。”我扭头看见吴傲天带着10多名小弟走进来，手上脖子上全是金晃晃的首饰，眼神轻蔑，乡里来的土鳖就老老实实待在1楼吃免费饭菜。你口袋里那点钱，去2楼连粒大米都买不起，别在这丢人现眼。说完，他伸手就推我，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灵机一动，瞬间倒飞出去，撞在楼梯口，捂着胸口喘着气。吴傲天，你下手够狠啊！吴傲天一脸懵逼，他根本没那么大劲。食堂高峰期，动静很快引来围观，众人纷纷指责他违反校规私自斗殴。我躺在地上，表情狰狞。雷阳突然冲过来推开吴傲天，跪倒在我身边。江哥，你没事吧？江哥，他偷偷冲我眨了眨眼，我瞬间会意，这小子太够意思了。雷阳转头怒视吴傲天，吴傲天，你竟然动手打江哥，就算你是万海寿楼的少爷，也不能无视学校纪律吧？还是说万海寿楼已经不害怕星火大学的怒火？吴傲天气得手指发抖，你胡说，万海寿楼根本没有。一道闪光灯亮起，苏小小举着手机戏谑道：“刚才你打江哥的照片我都拍下来了，你还是跟老师解释去吧。”吴傲天脸色涨红，知道自己百口莫辩，周围人越来越多，他咬咬牙，低头对我道：“对不起，江林，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有些讶异，雷阳更是震惊，他说从没见过吴傲天道歉。吴傲天又补充：“对不起，我不该说你臭穷，请你原谅我。”我假装呻吟：“哎呦，我的腰好像折了。”雷阳，怎么办呢？雷阳连忙扶我坐下：“江哥，这得找专业治愈师才行。”我故作委屈：“我就2万生活费，哪有钱找治愈师啊？”吴傲天眼睛一亮：“你是我伤的，我给你出医疗费。”他掏了掏口袋，只有零钱，便取下手上的戒指递过来：“这枚戒指值30万灵币，给你交医疗费。”这多不好意思。我还没说完，雷阳就一把接过戒指塞进我手里，我强忍着笑，咳嗽2声。既然这样，雷阳，苏小小扶我去医疗室吧。吴傲天也只是不小心推的我，别揪着不放了。吴傲天连忙陪笑，众人见没瓜可看，纷纷散去。等人都走了，我立刻站起身活动筋骨，哪里有半分腰疼的样子？我抛了抛戒指，有钱去2楼尝尝了。雷阳满眼崇拜：“江哥，你演得太像了。”苏小小也笑道：“江哥进军演艺圈，说不定能拿奥斯卡影帝。”雷阳畅快道：“本少爷在他屁股后面憋了18年，现在终于不用怕他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别想以前的事了，今儿个江哥高兴，带你们去2楼消费。”我们3人笑着朝2楼走去。与此同时，食堂外的吴傲天一拳捶在墙上，咬牙切齿：“江林，给我等着！本来想让你先蹦跶2天，既然这样，就别怪我提前下手了。”食堂2楼的饭菜琳琅满目，主食是稀有品质的黄稻米，一斤就要10万灵币，长期吃能提升身体素质。2楼最低都是稀有品质食材，甚至还有史诗品质的。我看了眼价格，倒吸一口冷气：明珠土豆丝，史诗级，100万灵币一份。介绍写着来源松江府。我瞬间了然，我攥紧手里的戒指，尴尬地对雷阳2人说：“这枚戒指连史诗级菜品的零头都买不起。”苏小小摆摆手：“江哥请我们吃稀有级的就好，我在北冰城都没吃过。”雷阳也附和：“我也就过节能吃到，吴傲天那种大势力才能经常吃。”我们来到稀有级窗口，一份肉菜6万灵币，一份素菜4万灵币，黄稻米饭免费送，3人各点一份肉菜和素菜，30万灵币刚好够一顿饭。我啧舌，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贵的饭。苏小小看着我，认真道：“江哥，这顿饭吃完你应该就没钱了。我爸给了我一笔钱，我可以1个月带你来吃一次。”雷阳也连忙说：“我和苏小小轮流带你来，1个月2次。”我连忙拒绝：“你们的钱留着自己用，再说我已经是缔造师了，接几个单子就能赚到钱。”2人瞬间反应过来，激动道：“对啊，缔造师最有钱，一星缔造师都能攒下不少财富。”看着他们真心为我着想的样子，我心里一暖，不由得想起南阳城那3个冷血的至亲，只剩嘲讽。回到宿舍，玄宝立刻扑了过来：“主人，你终于回来了。”玄宝想死你了。我笑着蹲下，从背后拿出苏小小给他买的预售饲料寿司。“诺，小小阿姨给你买的，花了2万灵币呢。”玄宝狼吞虎咽，连连道谢。我摸着他的脑袋，暗下决心，一定要早点挣钱，让玄宝以后都能吃好的。下午2点，我带着玄宝准时到广场集合。红凤霞站在最前面，等所有人到齐后开口：“今天是第1节课外实践，给你们每个人打评分。期末考试和现在对比，没提高的，明年自觉退到2班。”众人倒吸一口凉气。雷阳拽着我的胳膊，一脸苦相：“江哥，我要完了。”我伸手按下雷阳的手，撇嘴一笑：“没事的，你只要今年好好努力，下学期肯定会有进步的。”苏小小在一旁调侃：“雷阳，你要是不努力，明年我跟江哥可不会去2班看你哦。”苏小小，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了。雷阳咬着牙反驳。这时班主任红凤霞开始了实践测试，接下来我喊到名字的上前来，一个一个测试。第1个吴傲天，最后一排的吴傲天愣了愣，快步上前。我冷笑一声，凑到雷阳和苏小小耳边，看样子班主任是倒着念的，正好可以看看其他人的测试怎么样。吴傲天召唤出他的预售，一只黄色踏风柴犬。我下意识查看他的信息，名称踏风柴犬，资质史诗，等级青铜6阶，技能风拳扑击，灵秀预警，进化路线校风灵犬，风属性的预售，挺罕见的。我低喃道。红凤霞放出一句木质傀儡，动用你所有技能，尝试着打败他。话音刚落，傀儡突然冲上前，踏风柴犬来不及躲闪，被一拳打飞。小八嘎，你没事吧？吴傲天连忙扶起柴犬。红凤霞轻叹，反应能力有待提高，扣3分。吴傲天眼神阴沉，怒吼：“小八嘎，上，给我拆了这木疙瘩！”不到1分钟，踏风柴犬被击晕，战斗结束。我眉头微蹙，刚才傀儡的波动分明是青铜10阶，只是刻意压制到了6阶。吴傲天输就输在缺乏战斗技巧。红凤霞推了推镜框，综合各项数据，最终吴傲天的评分是
室1分。下一个，曹雨嫣。人群中响起一阵倒吸声，吴傲天羞愧地站在队尾。不到1小时，35人测试完毕，评分逐渐递增，其中新人考核第4名石思思得分最高，62分。原来评分是1%。吴傲天得知后直接吐了一口血，我忍不住多看了石思思2眼。她的预售是一只手掌大的金蓝色刻石蝶，我查看其信息，名称：刻石蝶，资质：不朽，等级：青铜8阶，技能：瞬刻闪，石纹技，进化路线：寻石彩蝶，传说融合路线1，时空星蝶。这竟是罕见的时间属性预售，看来石思思背景不简单，她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转头看来，双眸深邃神秘。我们对视一眼，互相点头示意后移开视线。很快，苏小小和雷阳结束测试，洪凤霞满意的宣布：雷阳66分，苏小小70分。下一个，江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带着脸盆大的玄宝上前。洪凤霞语气平淡：可以开始了。傀儡直奔玄宝而来，我沉声下令：玄宝防御，玄宝触发玄武之玉，周身浮现蓝色水波，将傀儡弹回。我确认傀儡只有青铜10阶，根本不是玄宝的对手。随后玄宝用渊海重压控制傀儡，在吐出让其化为木粉，不到1分钟便赢得胜利。人群瞬间喧闹起来。江林这只预售到底叫什么？为什么这么强？应该是一只从未出现过的预售，我在网上都查不到。你们发现没？江林的预售居然有3个技能。洪凤霞轻咳2声制止喧闹，看向我。按理说你能打败这具傀儡，理应给你打满分。不过为了让你未来4年还有进步空间，这次我就不能给你打满分了。综合各项数据，最终你的评分是97分。我欣然点头。在我看来，评分不过是形式，4年努力提升实力才最重要。测试结束后，洪凤霞说：今天的课程结束，明天早上9点准时到班级进行理论实验课。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在手机上给我请假。大学不是高中，每个人的未来也并不能由上课决定，你们一定要以自己的事情为主。说完便转身离开。我看向走过来的雷阳和苏小小，我待会要去缔造师工会进行认证，你们有什么事吗？苏小小道：我和我姐约了见一面，待会我要去见一见她。我转头问雷阳：你呢？雷阳挠挠头笑：我得回家一趟。好，那我们就分头走了。我把玄宝送回宿舍后，便出发前往京都内圈的缔造师工会总部。乘坐的高能地铁速度是前世的10倍不止。缔造师工会是一座科技感十足的蓝色城堡，上空萦绕着3条粒子光带，门口人来人往，多是发布任务或寻找缔造师的人。我挤进工会大厅中央的巨大屏幕上，全是寻找材料的任务，却没有一项是需要缔造师进化资质的。我拦下一名服务生，问：您好，我想问问，为什么这上面没有寻找缔造师进化资质的任务？服务生耐心解答：有关需要缔造师帮助的任务，工会并不会展现在大屏幕上，而是需要本人到前台留下需要进化的预售信息和联系电话。工会会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所有目前还在京都的缔造师手机上，但接不接受需要看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我想要认证一星缔造师，需要去哪里呢？我问道。服务生神情激动，连忙说：先生您好，请跟我往这边走。他带我走到走廊尽头的12号房间，我推门进去，看到一位胡须发白的老头，他笑着说：你是来认证缔造师的吧？我是负责认证的白老。白老您好，我叫江林。我打过招呼，按照他的要求坐在仪器前，把手放在上面，仪器显示出我的信息，还标注着网络数据库储备视频数量3。我正疑惑，白老便点开了视频，正是我入学时的缔造师考核过程。视频播放完毕，白老说：你在星火大学入学考核时已经通过了1星缔造师的考核，现在可以直接认证。我愣了愣，难道缔造师工会不用再考核一次吗？不用了。白老按下按钮，刚才的服务生端着圆盘进来，上面放着一枚徽章和一件长袍，白老亲自给我披上长袍，别上徽章，这是缔造师专属身份象征。恭喜你，从今以后你就是联盟公认的1星缔造师。白老，我会的。看着他饱含期望的眼神，我心中热血沸腾，第一次有了归属感。白老随后跟我讲了缔造师的权利，每月可让工会免费寻找1种史诗级材料，发布任务无提成，联盟各大材料商行可享9折优惠。认证结束后，我走出房间才发现忘了脱长袍，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议论声此起彼伏，我头皮发麻，逃也似的离开工会，找了个隐蔽角落脱下徽章和长袍，暗自决定以后不再轻易穿这件长袍出门。我掏出手机登录缔造师工会官网，里面弹出上万个寻找缔造师的任务，我忍不住啧舌。时间还早，我打算接一个单子挣点钱，解决玄宝明天的午饭。寻找2星缔造师，需求行草蟾蜍进化，稀有史诗，报酬500万灵币，材料自备。寻找1星缔造师，需求石壳虫进化，优秀，稀有，报酬30万灵币，材料自备。寻找1星缔造师，需求蓝羽雀进化，优秀，稀有，报酬60万灵币，材料自备。我的目光瞬间锁定在最后一个蓝羽雀任务上，心里微微惊讶，报酬居然有60万灵币，这价格远超正常水平，比石壳虫任务翻了1倍。要知道寻常稀有级预售也就50万灵币，堪比属性特殊的银月狼，看来是遇到有钱的金主了。我点开任务面板，发现任务已挂3天无人接，不是太难，而是京都缔造师只有100-200个，且不常接单。也正因缔造师稀缺，地位才极高，有人甚至砸几百万只为加个联系方式。联盟12免下中就有一位顶级缔造师，其余免下见了也得礼让3分。我摇摇头，抛去思绪，拨通了任务发布者的电话。电话刚响一声就接通，那边是青涩的女孩声音：你好，请问是哪位啊？你在工会上发了缔造师任务对吧？我接了，我直接说明来意。短暂安静后，女孩激动地喊道：太好了，爸爸的任务终于有人接了，您是缔造师对吗？我是。我看了眼时间，不想多耽搁，你直接发位置吧，我去帮你提升蓝羽雀资质。不行不行，我妈妈说让您把位置发给我们，她带我去找您。我摇头苦笑，解释自己是大学生，没有固定住所。最终小女孩发来了公寓地址，还好不算远。5分钟后，我下了高能地铁，按地址找到5号楼309
9公寓。门铃刚响，就传来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来了来了！”开门的是个不到1.2米、扎双马尾的小女孩，她踮着脚尖，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咯咯直笑。这时她妈妈从厨房出来，擦了擦手，笑着招呼：“您来的这么早啊，快进快进，先生快坐，这是我刚洗的水果，您快尝尝。对了，怎么称呼先生呀？”不等我拒绝，一个桃子就塞到我手里。我苦笑一声：“我姓姜，阿姨您怎么称呼？叫我宋阿姨就行。”小女孩突然扑进我怀里，笑嘻嘻的喊：“姜哥哥好！”我忍不住掐了掐她肉嘟嘟的脸：“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小瑶。”“小瑶真乖。”宋阿姨在一旁苦笑，看着女儿这般不见外，逗了小瑶一会儿。我转头对宋阿姨说：“宋阿姨，那只蓝羽雀呢？我尽早帮你们完成，还要赶夜班地铁回学校。”宋阿姨刚要去拿，小瑶已经抱着蓝羽雀跑了出来。“姜哥哥，就是他，他叫小兰，是我最好的朋友。”宋阿姨解释道：“小兰是他爸的御兽，这么多年一直陪着小瑶。那小瑶的爸爸呢？”宋阿姨叹了口气：“他是个狂热的战斗爱好者，今年报名参加公司比赛，说赢了就带我们旅游。这些天找缔造师工作室都因没时间被拒，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高兴坏了。”我点点头，看向小兰，视线自动浮现她的信息：名称蓝羽雀，资质优秀，等级白银10阶，技能蓝羽风暴，冰雨斩，迅猛冲击，进化路线冰霜灵雀，稀有材料寒水珠，雪容疾冰，退羽虫师，融合路线极冻雀，史诗蓝羽雀。还好，进化材料在商店都能买到，总价不到20万灵币。我把所需材料告诉宋阿姨，她见我一眼就辨出材料，悄悄松了口气，连忙给小瑶爸爸打电话：“孩他爹，你赶快回来，小兰的进化单子有人接了。”回来的时候，把寒水珠、雪容疾冰、退羽虫师这3样材料买回来。电话那头，小瑶爸爸激动地答应等我回来。10分钟后，门铃响起，小瑶开心地跑去开门：“爸爸，你回来了。”我抬头看去，小瑶爸爸30出头，头顶光秃秃的，一看就是程序员。他揉了揉小瑶的头，急忙走到我面前：“姜先生是吧？您好您好。”说着把购物袋放在桌上，拿出材料：“姜先生你快看一看，这些材料我没买错吧？”我检查了一遍，点点头，没有错。那我开始调配培养液了。小瑶爸爸连忙收拾出隔壁书房，拿出他早年幻想当缔造师时买的实验器材。我锁好房门，看着桌上的材料不禁啧舌，都是优秀品质中的高档货，能量波动接近峰值，远超20万的价格。但材料自备是缔造师交易的规矩，我只需做好培养液即可。凭借熟练的手法，20分钟后我就调配好了培养液。推开门，宋阿姨和小瑶爸爸正焦急等待，掌心都出了汗。“姜先生，怎么样了？成功了吗？”小瑶爸爸连忙上前询问。我点点头，举起装着蓝色液体的瓶子晃了晃，调配很成功。成功了，太好了！小瑶爸爸强压激动。那现在可以给小兰净化吗？我走到小瑶面前，小兰正歪着头看我。我打开瓶口，将培养液倒在她头顶，蓝色液体瞬间包裹住她。不到5秒钟，液体薄膜脱落，一对2米长的翅膀展开，房间温度骤降，结了薄冰。一只冰蓝羽毛如冰锥的大鸟稳稳站在小瑶肩上，小瑶却感觉不到重量。成功了！小瑶爸爸激动地大喊。他感应到小兰已突破到黄金1阶，进化成了冰霜灵雀。宋阿姨捂着嘴笑，小瑶也挥舞着小拳头欢呼：“哦耶！小兰进化了！”小瑶爸爸冷静后，立刻结清了酬劳。手机提示音响起，我点开一看，瞬间愣住，银行到账70万灵币。70万？怎么比原来多了10万？我刚要询问，就被他打断：“姜先生别说了，多的10万是我的谢礼，你一定要收下。”宋阿姨也连忙附和：“对啊，你不知道小兰进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算你不接，我们也打算上调10万报酬。”小瑶拽着我的衣角：“姜哥哥，快收下呀！我拗不过他们，只能收下。”不到1小时，70万到手。缔造师果然是最赚钱的职业，这笔钱我打算都留给玄宝当口粮，足够他吃10天了。和一家人告别后，我赶在门禁前乘高能地铁回了学校。回到宿舍，玄宝早已在门口等候，看到我就高兴得直跳脚：“主人，你终于回来了！玄宝想死你了。”一天的疲惫瞬间消散，我把预售食物放在茶桌上，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看着玄宝蹭我掌心的模样，我心里泛起涟漪。他总一个人在家等我，一定很无聊。玄宝怎么了，主人？玄宝抬起懵懂的大眼睛，我宠溺的笑了：“这周末我带你去升级吧，只要到了白银级，我就能开启预售空间，到时候你就不用天天在家等我了。”“好呀，主人。”玄宝眼睛亮晶晶的，我也忍不住扬起嘴角。与此同时，星火联盟西北的狼烟城虽不如京都繁华，却是天狼大学的根据地，也是西北经济中心。天狼大学虽不及星火大学有底蕴，却也收纳了不少联盟前1000名的学生。1周后将进行新生考核，此刻校内正进行着激烈的新人挑战，挑战场4周挤满了人，呼声震天。杨老大，干死他丫的，臭小子等着受死吧！场上2人，其中一个竟是我弟弟江海，对面则是这届新生里呼声最高的杨昊天，狼烟城万里酒店的少爷。地头蛇，考核官站在评判席上，考核内容很简单，新人选择对象挑战，排名前1000通过。江海，你确定要挑战杨昊天？他的天驯隼可是青铜5阶。江海冷笑一声：“青铜5阶，但愿能撑过魔教的一击吧。我可不想游戏那么快结束。”人群响起鄙夷声，杨昊天气笑了：“狗日的，待会不把泥石打出来，小爷我就不信你了。”考核官微微摇头，江海天赋不错，却太过自负。既然他执意挑战，也不再多言。既然如此，挑战开始。杨昊天嗜血一笑：“天驯隼，给我弄死他！”一只线条流畅的大鸟盘旋在他头顶，瞬间冲上1000米高空，随即俯冲而下。锋利的鸟嘴直指江海的深渊魔蛟，一只青铜4阶破蛟，还想越阶挑战？今儿个就让你尝尝自大的后果！杨昊天满眼杀意，江海抬头冷笑，挥挥手平淡道：“魔蛟废了他。”深渊魔蛟不屑地瞥了天驯隼一眼，使出暗影绞杀，蛟尾精准缠住俯冲而来的天驯隼。天驯隼惊恐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被魔蛟一用力勒得窒息昏迷。仅仅一招，越阶秒杀，人群瞬间沸腾，考核官也不禁侧目。江海看着接住天驯隼的杨昊天，抬头望向天边，眼中杀意翻涌。江林，我亲爱的哥哥，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杀了你！一连2天课程结束，终于到了周末。早上7点58分，我收拾好背包，带着玄宝来到学校广场。雷阳和苏小小也跟了过来。雷阳
揉着黑眼圈抱怨：“江哥，周末就该睡觉，你一大早来这干什么？今天我要带玄宝去练级。练级？江哥你太拼了吧！玄宝都青铜9阶了，比胖熊高2阶，还不让我们活了？我要升级到白银级，打开预售空间，这样玄宝就不用天天在宿舍等我了。”雷阳愣了愣，尴尬一笑，哈哈哈，这样吗？苏小小翻了个白眼，你不想来可以不来，江哥可比你对预售好。苏小小你闭嘴，我对胖熊也很好。两人又开始斗嘴，我苦笑服了。这时，广场东边的蓝光大门打开，我连忙喊：“你俩别吵了，裂缝广场开门了，我们快进去。”进入裂缝广场，这里比外面大2倍，是学校核心区域之一，收录着361条已掌控的次世界裂缝，涵盖山地、岩浆、冰雪等多种类型，等级从青铜到神圣，品质从普通到传说。我看着眼前数十米甚至数百米高的裂缝，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没错，星火联盟现存的9座神圣级次空间裂缝中，7座都在这里，剩余2座分布在联盟南北2侧。外人想进入需提前向学校递交申请，经档案查验通过后，才能在规定时间进入，以此防范邪恶势力入侵。我们走进裂缝广场，这里的裂缝等级由近及远递增，每座裂缝都有军区人员把守。凭借学生身份，我们无需申请，但目前全县仅能进入青铜级不朽品质的裂缝。江哥，咱们去哪个裂缝啊？雷阳凑到我身边问。我昨晚做过功课，指着最右边的青铜裂缝，去那个高原裂缝。苏小小笑着点头。青铜级不朽品质的高原裂缝，果然是江哥的性子，选就要选最难的。来到裂缝前，看守军人扫描完我们的身份证后叮嘱：星火大学的学生是吧？你们有优惠，裂缝里获得的材料只需上交30，并且裂缝下午6点钟关闭，你们要在关闭前出来。我接过身份证点头，带着2人直接踏入裂缝，再次睁眼，我们已身处海拔极高的高原，一望无际的平原河流宛如另一个世界。我环顾四周，对玄宝说：“看这座裂缝秘境挺大，里面的妖兽应该不少。玄宝准备好战斗了吗？”玄宝点点小脑袋，表情严肃。我们立刻出发。草原上的黑色小点便是妖兽。很快，一群约20只棕红色高原豹牛朝我们冲来，后面还跟着体型更大的纯红色赤尾怒牛，显然是首领。我查看了他们的信息：高原豹牛，优秀资质，青铜8阶，技能牛角冲撞，精神豪鸣；赤尾怒牛，稀有资质，青铜9阶，技能尾鞭甩击，怒血狂暴，速战速决吧。这种资质的妖兽能提供的能量不多。我话音刚落，雷阳和苏小小便指挥各自的御兽冲进兽群，我则让玄宝主攻赤尾怒牛。玄宝上，速战速决。收到，主人。玄宝释放渊海重压，限制赤尾怒牛。对方却长哞一声，皮肤变得猩红，等级瞬间突破到青铜10阶。他动用了怒血狂暴这个自杀性提升技能。即便如此，玄宝依旧快速冲到他身边，吐出幽蓝色的太阴玄雾。水雾消散后，地上只剩一具白骨。我微微皱眉，技能有些太单调了。太阴玄雾虽然强大，但伤害不能叠加，遇到速度型御兽会很被动。我一边指挥玄宝清理剩余豹牛，一边暗下决心，等玄宝升到白银级，学了新技能，就能改善这个弱点。战斗很快结束，玄宝也突破到了青铜10阶。苏小小蹲下身，用小刀解剖妖兽尸体。他从小跟着苏永山学过解剖。我和雷阳站在一旁，雷阳尴尬的笑，哈哈，江哥好巧，你也不会啊？我家里穷没学过正常，你一个京都富少怎么也不会？这不是你们必备的技能吗？哎呀，这不是想给苏小小一个表现的机会吗？雷阳挠着头辩解。雷阳，你再多说一句，我这把刀下一个要宰的对象就是你。苏小小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看着好笑，蹲到苏小小身边听他讲解，这是高原豹牛的腰子，能做壮阳雄酒，还有这对牛角和尾巴，在材料商店能卖好价钱。我默默记在心里，打算回去后辅修解剖学，免得以后分不清材料贵贱。苏小小很快收集完所有材料，装进雷阳的空间徽章里。这枚徽章由空间兽皮囊制成，有10立方米空间，就连雷阳这样的富少也只有1枚，而我那枚缔造式徽章空间有100立方米，是他的10倍，只是太过高调，我平时从不带在身上。我给3只御兽各递了一块能量饼干补充体力，随后继续寻找妖兽。半天时间，我们击败了3波妖兽，空间徽章里早已堆满材料，我估摸着能卖好几万灵币。轰的一声，青铜10阶不朽资质的背山熊倒地，玄宝喘着气回到我身边。这只熊速度出奇的快，玄宝好几次用渊海重压都没控制住它，足足周旋了5分钟才用太阴玄雾将其击杀。我眉头紧锁，玄宝的速度短板太明显了，遇到速度型御兽太阴玄雾的命中率会大幅下降，我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答应过玄宝，要让他成为毫无弱点的最强御兽。江哥，你快看，玄宝这是要升级了吗？雷阳激动地拽着我的胳膊，我抬头望去，背山熊尸骨的能量团缓缓融入玄宝体内，他的气息飙升，直接突破青铜10阶，迈入白银级。我正要上前抱住玄宝，却被苏小小拉住。江哥，等一等，升级还没结束。话音刚落，玄宝被一道白光笼罩，光团不断变大，最终砰的炸开，露出了全新的模样。他从脸盆大长到了1人高，龟壳上布满蓝色纹路，散发着极寒气息，壳上的小黑蛇也粗了不少，像水管一般。玄宝主动低下头，让我摸到他的脑袋，还是熟悉的质感。主人，玄宝变强了好多。我迫不及待查看他的信息：名称冰煞骨寒玄武，资质传说，等级白银1阶，技能太阴玄雾渊海重压玄武之玉玄蛇绞杀玄冰冻气进化路线北宫镇海玄武神话融合路线不可再融合。竟然多了2个新技能，我压制住激动，对玄宝说：玄宝，试一下你的新技能玄蛇绞杀和玄冰冻气。玄宝点头，脚下冒出浓密水雾遮挡视线，龟壳上的小黑蛇瞬间探出，缠绕住被山熊的尸骨，巨大的力量轻易将骨头压碎，锋利的鳞片还注入了麻痹毒素，速度快得惊人。这技能完美弥补了玄宝速度慢的弊端。雷阳看得目瞪口呆，我靠，玄宝这技能也太强了吧，这特么是一个技能。
说是3个我都信。苏小小深吸一口气，严肃地看着我，江哥，你真的不能把玄宝卖给我吗？我可以撮合你和我姐，滚一边去！我直接打断他，翻了个白眼。这苏小小天天想着卖姐姐，改天遇到他姐，一定要把这事说出去，也得彻底打消他买玄宝的念头。玄宝放完技能，屁颠屁颠跑到我面前，铜铃般的大眼睛直勾勾盯着我。主人，玄宝厉不厉害？我无奈一笑，摸了摸他的脑袋。玄宝最厉害了，他2个尾巴摇得快要飞起来。我又夸了几句，便让他展示第2个新技能。玄宝，接下来试一试玄冰冻气。好的，主人。玄宝跑回背山熊的碎骨堆前，雷阳瞳孔骤缩，惊呼：江哥，你说什么？玄宝还有第2个新技能？我点点头，猜测这是玄宝天生传说级的缘故。想到他以后升级可能比别人多一个技能，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时玄宝已施展出玄冰冻气，从嘴里吐出一团极冷的蓝色雾团，气温低至零下60度，里面的冰花凝聚成尖锐冰冷，爆射而出，击中5米外的碎骨，碎骨瞬间化为粉末并结上后霜。我激动地笑了，玄宝这下总算不是一只纯近战御兽了，这技能弥补了他的远程短板。玄宝跑回来求夸奖，我掏出2块能量小饼干喂他，揉了揉他的脑袋。玄宝，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全能御兽了，以后也一定会成为最强御兽。他吧唧着嘴点头。一旁的雷阳、苏小小满脸羡慕，他们的御兽则露出极度的神情。等玄宝吃完，我打算试试将他收进御兽空间。他突破白银级时，我也成了白银1阶御兽师，开启了专属御兽空间。我闭上眼感应，玄宝瞬间消失在原地，进入空间。喂，玄宝能听得见我说话吗？主人，玄宝听得见，这里好大，玄宝好喜欢，喜欢就行。解决了携带不便的难题，我松了口气，让他暂时待在空间里。我掏出手机，已是下午5点，距离次世界裂缝结束不到1小时，你们还要再练一会吗？我问雷阳和苏小小，2人都摇摇头，不打了。胖熊升到青铜8阶已经够了，冰灵也累了。冰魄灵猫正趴在苏小小肩上昏昏欲睡。我们3人朝着裂缝方向往回走。联盟工作人员每晚6点会强制清理裂缝，不用担心走丢。走出裂缝后，我们上交了30的所得材料，剩下的雷阳打算晚点卖掉，明天再分灵币。我和苏小小都没意见。一路奔波早已疲惫，各自回宿舍休息。回到宿舍，我一屁股瘫在沙发上，骨头都快散架了。我把玄宝放出来，宿舍勉强够他活动，他稍一抬头就快碰到天花板。现在还能住，下次升级就不行了，看样子得搬到外面去。我暗自盘算，说到底还是钱不够。京都郊区的地皮动辄几亿灵币，我炼制培养液3年，恐怕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不过我现在已是白银级，或许可以试试更高级的资质培养液。我眼前一亮，打算下周末尝试。而明天我得接个缔造师单子，不然连玄宝下周的口粮都不够。养孩子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忍不住感慨。第2日周日，我睡到10点被手机铃声吵醒，顶着鸡窝头接起。大早上的，谁啊？江林啊，是我。熟悉的声音让我瞬间清醒，坐了起来。徐总教，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的徐子安刚结束和魅魔族的摩擦，靠在国界长城边抽烟。魅魔族已经被打回去了，我没事，打算过去看看你们，顺便把上次答应你的奖励送过去。我猛地想起上次帮他找裂缝核心，他答应给我1瓶北辰星沙，玄宝的进化材料之一，我连忙答应，当然可以。今天周日，我和雷阳、苏小小都没课，好，你们在星火大学等着，我一会就到。半小时后，我们3人来到教务处，徐子安已在里面，对面还坐着年级主任，别杵着了，快进来。徐子安招招手，我们坐下后，年级主任开口，你们应该不认识我，我姓冷，你们叫我冷主任就行。冷主任好。我们连忙起身问好。徐子安笑着介绍，冷长风你们应该听说过吧，联盟最年轻的王者级御兽师，当初深沙族偷袭北海城，他一个人拯救了整座城。我和雷阳、苏小小瞬间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那位传说中的英雄竟是我们的年级主任。冷长风无奈苦笑，徐总教嘴巴还是那么大，兜不住秘密。调侃过后，徐子安从空间徽章里掏出一个星蓝色玉瓶，抛给我，小江，之前答应的北辰星沙，现在给你。我稳稳接住，看着瓶中如星空般的星沙，视线浮现出他的信息，传说级材料，正是玄宝进化所需。我欣慰一笑，4种进化材料，总算找到了一样。这北辰星沙是联盟宝库的东西，我拿军区同品质材料换的。徐子安苦笑，你小子当初狮子大张口，本来答应的史诗级御兽，硬是换成了传说级材料。我咧嘴一笑，他也没真怪我。又转向雷阳2人，答应你们的史诗级御兽，我已经交给冷主任了，等你们突破白银级再找他要。2人恭敬点头，徐子安却没有离开，神色欲言又止。我试探着问，徐总教应该还有别的事吧？他愣了愣，无奈点头，又看了眼雷阳和苏小小。苏小小立刻拉着一脸懵的雷阳起身，蠢猪，别说话。大门关上后，徐子安神色严肃起来，江林，有件事关乎联盟未来，我希望你能参加今年的世界挑战。徐总教你疯了？冷长风瞬间跳起来，江林才召唤御兽几天，你就让他去参加世界挑战？难道军区已经难到要靠一个小孩子扛压力？我轻咳2声，冷主任，我已经18岁了，那也是小孩子。我连忙缩了回去，不敢再多说。徐子安神色凝重，军区也不想把重任压在他身上，但这是胜率最大的方案。魅魔世界实力排名前10，联盟和他们的世界挑战胜算还不到30，若再输就是10连跪，按条约要割让一座城池，这是联盟的底线，我们必须赢。我瞳孔骤缩，没想到魅魔族竟这么强。今年轮到我们制定挑战规则，联盟决定选个人模式，双方各派3位不同等级选手，3局2胜。徐子安看向我，小江你现在至少青铜8阶了吧？我摇摇头，他略显失落，我却补了句，我已经白银1阶了。徐子安和冷长风瞬间站起来，瞪大
大了眼睛，你说你白银了？昨天刚突破的白银1阶，难道不行吗？行，太行了！徐子安抓住我的胳膊，这样我们就能把一个等级设定为白银级，对面也只能派白银级对手。冷长风仍有担忧，徐总教，你确定小江能打过魅魔族？徐子安信心十足，小江要是打不过，其他人就更不行了。联盟好不容易出个 SSS 级新人，可不是纸老虎。我挥挥手，等等，我还没同意呢，你要什么尽管说。徐子安连忙道。我问，世界挑战什么时候开始？我现在白银1阶，还来得及吗？半年后，足够了。我点点头，那我答应参加，奖励暂时先放着，你尽量帮我打听剩下的3种进化材料。徐子安一口答应，又嘱咐冷长风带我历练，争取挑战前稳定在白银10阶。冷长风苦笑点头，走出教务处，雷阳和苏小小正在门口等我。江哥，徐总教跟你说了什么？雷阳立刻迎上来，苏小小连忙堵住他的嘴，你是蠢猪吗？江哥要能说，徐总教还会让我们出来？他冲我一笑，江哥没事，你不用管他，我待会要出去一趟，你们要一起吗？我问。苏小小摆摆手，不了江哥，我下午要去看我姐。好，那我先走了，江哥路上注意安全。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雷阳和苏小小的打闹声。我坐上高能地铁，打算接个缔造师单子。登录工会官网翻了一圈，合适的高价单子很少，2星单子又需要认证，30-40万灵币的单子根本不够选宝5天的开销。我正抱怨着，没发现车厢里有个人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正死死盯着我。他是吴傲天的小弟，正偷偷向吴傲天汇报，老大，那小子看样子要去缔造师工会，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另一边，吴傲天坐在飞行艇上猛吸香烟，眼神杀意十足，等我消息。臭乞丐，你死定了！吴傲天把手机塞进口袋，冷笑一声，走去缔造师工会。小爷今天非把他腿打断，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还有那只王八煲汤，臭蛇泡酒，敢在京都惹小爷，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飞行艇微微晃动，朝着缔造师工会飞去。我对此浑然不觉，还在低头刷手机找任务。这个也不行，才30万灵币，怎么一个上50万的都没有？我有些疑惑。上次小姚爸爸60万的单子挂了3天没人接，这次竟连50万的都找不到。我微微叹息，玄宝长大后胃口大增，一天3顿要吃6份2楼的高级预售餐，一份2万灵币，一天就是12万。就算雷阳那样的富少也养不起。我试过让他吃免费餐，可他根本不爱吃。翻任务列表时，我没找到心仪的1星任务，却被不少2星任务吸引。一只稀有级踏雪狼进化到史诗级就有500万灵币，足足10倍的报酬。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心脏狂跳。看看时间才下午2点，我咬咬牙按下决心，干了！今儿去工会试试认证2星缔造师，成了玄宝的口粮就不愁了。我关上手机，等着地铁到站。与此同时，暗中盯着我的小弟正给吴傲天汇报，老大，那小子下地铁了，朝工会走，你们啥时候行动？吴傲天弹了弹烟灰，冷笑，不急，人多眼杂，等他出来再动手。你找机会把他拐到东边小巷，弟兄们在那集合。好嘞，老大。电话挂断，吴傲天的飞行艇悬停在工会上空，他左边站着个30岁左右，气息至少黄金级的男人。他俯视着我的身影消失在人群，咬牙道：臭乞丐，准备等死吧！我走进缔造师工会大厅，正要去前台，之前带路的服务员迎了上来。江先生，您又来了，这次有些事要办。好的，需要我帮您做什么吗？我示意他凑过来，小声问，在哪可以参加2星缔造师考核？服务员眼睛瞪得溜圆，不敢置信。江先生，您说什么？您要参加2星缔造师考核？嘘，小声点。我连忙拉住他。服务员反应过来，压下激动。江先生，2星考核也是白老负责，我带您去。我点点头，跟着他走进那条熟悉的走廊。走廊深处的12号房间，我敲了敲门走进去。您好，白老，又见面了。白老正低头记录缔造师数量，抬头笑道：哟，你小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想您了吗？贫嘴，说吧，到底什么事？我坐到他对面，不卖关子了。我想试试2星缔造师考核。白老手里的笔顿了顿，又继续写下，不错，有上进心，试试也无妨，能让你清楚差距。对，我想提前试试难度。白老写完最后一个名字，收起名单。2星考核在2楼，我带你去。路上，白老问，我记得你是星火大学的，是缔造师班的吗？不是，我是东校区的。嚯，还走全面发展路线，以后有空可以去西校区听听缔造师班的课，我一个外班的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知识就是要传授的，藏着掖着给谁？好，以后有时间我一定去。白老满意地点点头。2楼没有大厅，只有一排排钢铁隔间，这里是工会的调配室，认证缔造师可免费使用。你还没有工作室吧？我点点头，我暂时没打算开工作室，毕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去历练。那你以后可以预约客人来这用调配室。白老推开一间调配室的门，示意我进去，里面全是我没见过的先进器材，精密秤、纳米粉碎机、可调控加热台。我忍不住啧舌。白老坐到沙发上，架好摄像机，考核过程要上传网络，方便后续查阅。我点点头，走到实验台前，却发现架子上空空如也，疑惑地问白老，预售呢？材料呢？难不成要我用意念考核？白老呵呵一笑，从空间徽章里取出一大堆进化材料，又掏出一只左翼骨折的深墨色小斑鸠。他受伤了？我问道。白老轻抚着小斑鸠点头，他是工会园区的野生预售，前些天招惹了史诗级的苍狼神鹰，本想明天找治愈师，既然你考核，就先让你练练手。这小家伙怎么敢招惹苍狼神鹰？白老苦笑，这小崽子倔得很，非要去挑衅，还好对方收了力，不然早成下酒菜了。我看着摊在桌上，眼神却依旧倔强的小斑鸠，暗自啧舌。白老挥挥手坐回沙发，放心大胆做，失败了就当给他的教训。我走到实验桌前，下意识查看他的信息：名称、墨雨提究、资质、稀有、等级、黄金3阶、进化玄影幽鸠须暗叶草、月破石等材料，还有一条融合路线须吃燕雀尸体。我点头准备调配培养液。白老在一旁见我看一眼就找材料，低声念道：这小子天赋不错，可惜不是缔造师班的。我翻遍架子找到暗叶草，
寒潭露珠，唯独没有月破石，进化的必须材料。白老，您有月破石吗？白老从空间徽章里掏出一块月牙状石头，只有优秀级的，你确定要？我接过一看，果然是优秀级，可墨羽提究进化至少需要稀有级，真的没有稀有品质的。白老摊手，月破石只产在黑夜裂缝，目前没发现过稀有级的，我犯了难，进化材料不能乱替代。白老见状提醒，换个思路，进化方向不止一种。我盯着面板上的融合路线，心里盘算着，之前怕融合太轰动，可融合后外形变化不大，没人会发现，就像玄宝，谁能想到脸盆大的他是玄武？我下定决心用融合路线，摸了摸墨羽提究的断翅，转头问白老，那白老有没有赤焰雀的尸体？白老明显懵了，但还是从空间徽章里取出一具新鲜尸体，接着昨天刚到的货，我查看信息，赤焰雀尸体资质稀有，等级白银，足够用了。融合本不用培养液，但为了装样子，我还是把熔火晶等材料捣碎，假装调配出一瓶赤金色培养液。白老看着培养液皱起眉，我却不管，调整角度挡住摄像头和白老的视线，把赤焰雀尸体放在墨羽提究嘴边，再将培养液倒在他头顶。我默默祈祷不要发光，可5秒后，刺眼的金光还是洒满了吊配室。白老面无表情地掏出墨镜戴上，我却急得满头大汗，拼命想借口。金光收敛后，弹壳破碎，一只浑身燃烧着黑火的大鸟展翅屋顶。镜影鸠雀，史诗资质，业火双属性，伤势也全好了。他落在我面前，用脑袋蹭我的胸口。白老笑着说，他这是在感谢你。他现在叫什么？白老问。镜影鸠雀，我回答。白老点点头，让镜影鸠雀到一旁，关掉摄像机，坐在我对面。小子，我不逼你说秘密，挑能说的回答就好。那金光是怎么回事？我尴尬挠头，那是我们家独门秘诀，要从我太奶奶的太奶奶说起。停！白老扶额，你的缔造手法不是市面上的吧？我点头，市面上就那几种，您一看就知道。白老释然，我不问手法来源，但提醒你别学偏门。对了，赤焰雀尸体没用到，墨羽提究怎么成了双属性？我强装镇定，我这手法有缺点，进化时预售会特别饿。赤焰雀尸体是给他补能量的，至于双属性，就是吃什么补什么。他吃了赤焰雀，就多了火属性。白老果然信了，随即笑着说：“小子，你愿意拜我为师吗？”我彻底懵了，您说什么？收我做徒弟？没错，你可占大便宜了。白老笑道。我没冲动答应，反问白老：“您是多少星的缔造师？”也就4星缔造师。白老微微仰头，我心头一震，4星缔造师整个联盟不到10位，我又有些怀疑。白老见状补充：“我真名白兰，星火大学西校区院长。”白兰，我倒吸一口冷气，他可是最有希望成为5星缔造师的人，还是唯一5星缔造师冕下的半个徒弟。您怎么来当考核官僚？我本就是工会首席，闲着没事来看看，顺便收个徒弟。白兰直勾勾盯着我，我正想答应，白兰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接起后脸色一变。老师，电话那头是清冷女声，我隐约听到江林2星缔造师。白兰连忙应答：“是的，老师，他今天刚考核通过。”挂了电话，白兰脸色复杂的看着我：“小子，留个电话，过2天我带你去见个人。”见谁？我警觉起来。别管，你必须去，赶紧给我联系方式。与此同时，北原城外的冰雪城堡里，吉雪冕下和玉华冕下正看着我的考核视频。华姐，这小子怎么样？你准备收他为徒了？吉雪冕下问道。玉华冕下微微一笑，还说不定，等回去再看看。认证成为2星缔造师后，我拿到了新徽章和师长袍，还能享受工会更高特权，购买材料更是享8折优惠。和白兰告别后，我在工会大厅人少的角落坐下，端着咖啡翻看手机上的2星任务。我没察觉，大厅暗处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是吴傲天的小弟。他奉命观察我半天，见我坐下不走，忍不住抱怨：“该死的，你特么住这了是吧？”随即给吴傲天发消息：“老大，那小子出来后就坐在大厅沙发上喝咖啡不走了，怎么办啊？”吴傲天看到消息气得脖梗涨红，一拳砸在墙上，怒吼道：“兔崽子，有本事你特么在里面住下，小爷慢慢陪你耗，耗到天黑，我就不信你不出来，到时候我一定亲手扒了你的皮。”他眼神布满杀意，又骂道：“什么全联盟第一，只要我京都无少想要你的命，就特么没人敢阻止。”说完直接将手机摔在地上，周围小弟大气不敢喘，连身旁的黄金级御兽师也慌忙低头。我对此一无所知，只顾着翻找任务，很快被一个报酬800万灵币的任务吸引。行草蟾蜍进化，比正常价格高了300万，且已发布20天无人承接。行草蟾蜍，上次看1星任务时见过，当时报酬才500万，居然这么久没人接。我猜测这进化路线定然不简单，当即点下接取按钮。刚接完任务，联系电话就打了过来，是个15岁左右的女生，语气急切：“您好，请问是缔造师大人吗？”“是的，我刚接了你的单子。”女生瞬间激动起来：“太好了，终于又有人接了。那您现在在哪？我去找您。”我看了看四周，工会2楼就有调配室，便说我在缔造师工会，你来了直接上2楼，右排最靠里的那个调配室。挂了电话，我起身往2楼走。暗处的小弟见状，立刻给吴傲天报信：“老大，那小子起来了，快准备！”吴傲天阴森一笑，对小弟们喊：“大伙准备好，那臭乞丐要出来了，待会谁揍的最重，谁来我万海兽楼买预售就打5折。”可他刚说完，又收到消息：“老大，不好了，那小子又上2楼了。”吴傲天瞬间僵住，气得差点吐血，再次将手机摔在地上，这次彻底报废。江林，你个畜生，小爷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6码分尸。有小弟小声纠正：“老大是5码分尸。”闭嘴，你个蠢货！吴傲天双目通红，其他人连忙堵住那小弟的嘴。我全然不知自己的举动快把吴傲天逼疯，走进调配室坐下等候。10分钟后，敲门声响起，一个青色拘谨的女孩走了进来，肩膀上趴着一只手掌大的绿色蟾蜍。我伸手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江林。”女孩慌忙低头，紧张地说：“江先生您好，我是殷小柔。”看着她不到1米5，紧张抓衣角的样子，我忍不住问：“你多大了？”殷小柔扭捏着说：“人家刚满18岁。”我这辈子从没这么无语过。看着她扭捏造作的模样，再瞥见她穿的白丝洛丽塔，强压着想走的冲动，揉着眉心说：“你说话正常点。”殷小柔收敛了些，问道：“那江先生，你看天快黑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我瞬间暴跳如雷：“你在说什么话啊？应该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调配培养液，下次话给我说全一点。”殷小柔连忙道歉：“对不起，是我说错。”
错话了，我只是怕回去太晚，宿舍就关门了。你是学生？我重新坐下问道。是的，我是星火大学大一新生。大一新生？你是西校区的？东校区就200来人，我从没见过他。殷小柔点点头，没错，我是药师9班的。我瞬间来了兴趣，那你是个药师了？几星药师？药师可是T1职业，和缔造师关系最密切，能培育各类药材。我前2天刚认证的2星药师，我倒吸一口冷气。2星药师已能培育史诗品质药材。不过，殷小柔又扭捏起来。不过我能培育的属性比较特殊，寻常的水火风木属性药材我都不会。那你会什么？雷、电、幻觉、空间？我再次震惊，这几个属性个个厉害，难怪能进星火大学。我连忙掏出手机，嗨嗨，说那么久还没个联系方式，要不加个好友吧？殷小柔眼睛发亮，连忙点头。加完好友，我不再闲聊，让我看看你的行草蟾蜍吧。殷小柔把蟾蜍放在桌上，解释道：之前也有2位缔造师看过小蟾，但都看不出来小蟾的进化材料。我查看蟾蜍信息，一眼便看出了进化路线，对他说：你拿支笔把材料记着。殷小柔满脸不可置信，连忙拿来纸笔。我报出3种材料：雷灵草、叶灵草、幻灵草。殷小柔记好后，道谢离去，去寻找材料。其实行草蟾蜍还有不朽级的融合路线，但我现在不便高调，而且材料天价，他也买不起。1个小时后，殷小柔喘着粗气回来，身上带着淡淡的汗味。我跑遍了3大材料商行，总算买到了，花了我200万灵币呢。我接过药材，确认都是稀有品质，符合要求。看了看表，已经晚上8点，距离星火大学门禁只剩2个小时，时间不够了。工会3楼有缔造师专用的免费临时酒店，我便对他说：今晚时间不够了，你先回去吧，明天早上再来接行草蟾蜍。殷小柔点点头，转身离开，关好房门。我走到实验桌前，开始调配培养液。以我白银级的精神状态，调配2星培养液绰绰有余。3个小时后，3色培养液调配完成，淋在行草蟾蜍头顶，不到10秒，它就进化成了3色的异能蟾蜍。我查看它的信息，名称：异能蟾蜍，资质：史诗，等级：青铜6阶，技能：催生唾液。5行之外，满意地点点头，喂了他一块预售饼干，随后关上门，朝着3楼的临时酒店走去。缔造师工会大厅，凌晨12点，工会服务员催促客人离场。客人，工会要关门了，还请您离开，明早可以早一些再来。那名曾带江林认证的服务员看向角落的吴傲天小弟，对方尴尬挠头，哈哈，我这就走，这就走。小弟哭丧着脸离开，边发消息：老大，工会已经开始赶人了，那臭小子今晚真不回去了。吴傲天攥着新手机，脸色阴沉，牙齿咬得咔咔作响，从牙缝里挤出江林2字，感觉肺都要气炸了。周围小弟大气不敢喘，黄金预售师也悄悄咽了口唾沫，啪的一声，新手机被摔碎在地。吴傲天指甲嵌入掌心，猩红鲜血顺着指尖滴落，他仰头深吸口气，冷笑出声：江林，明天是周一，你一定会回去上课，以为能熬死小爷我？痴心妄想，我就在这等你，等你明早洗干净脖子，小爷我亲手杀了你。与此同时，工会3楼临时酒店内，江林放出玄宝，玄宝闷坏了吧？看着玄宝撒欢，他笑了笑，心想养娃的大抵就是这般快乐，又琢磨着自己已达白银级，该提前和玄宝商量契约新预售的事。玄宝过来，玄宝屁颠跑来，歪着脑袋，主人怎么了？江林从空间徽章取出2份预售食物，玄宝眼睛一亮，大口吃了起来。他抚摸着玄宝的脑袋，轻声让他慢些吃，随后深吸口气：玄宝，有件事要跟你说。玄宝抬头，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主人，什么事啊？主人现在已经白银级了，如果以后我又契约了其他预售，玄宝会难过吗？玄宝歪头疑惑，主人，玄宝为什么要难过呀？有新伙伴陪玄宝玩，玄宝会很开心呀，为什么会难过呢？江林被问懵，连忙摇头，玄宝真的不难过。玄宝摇摇水盆大的脑袋，眼里满是雀跃，主人，玄宝真的不难过，难道主人会因为有新伙伴就减少对玄宝的爱了吗？江林本能否认，怎么会？玄宝是他最亲的家人，这不就对了吗？主人，玄宝相信主人。江林摸了摸玄宝的脑袋，欣慰一笑，是我多想了。玄宝，那你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新家人了吗？玄宝激动点头，主人，玄宝要有新伙伴了吗？在哪呢？在哪呢？玄宝怎么看不见呀？江林无奈笑，别急，这会儿还没找到呢，以后会有新伙伴的。周一清晨不到7点，江林洗漱好回到调配室，殷小柔已等在门口。哟，来那么早？江林掏出钥匙开门，殷小柔眼底有血丝，攥着衣角紧张开口：江先生，我的小蟾有没有进化成功？江林戏谑道：成不成功，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殷小柔冲进门，一眼看到实验桌上的3色蟾蜍，惊呼：小蟾！异能蟾蜍醒来跳到他肩头，殷小柔激动落泪：小蟾，你终于进化成功了。江林站在一旁等他缓过来，殷小柔深深鞠躬：江先生，谢谢您。江林连忙扶起他：没事，我是缔造师，这是我应该做的。殷小柔眼神坚定，毫不犹豫支付800万灵币。江林笑了笑，刚要离开，被殷小柔叫住：江先生，真的很谢谢你，以后如果你在药材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可以帮你。江林点头应下，好的。告别后，殷小柔发消息给父亲殷天启：老爸，有机会多帮一帮星火大学的江林，他是我的恩人。江林下楼赶往学校，怕迟到被红凤霞惩戒，刚出工会大门就和一人相撞，那人戴黑口罩帽子，摔倒在地喊：哎呦，疼死我了，怎么这么不长眼啊？江林连忙搀扶：那个好像是你撞的我吧？口罩男瞬间急了：哎，你这小子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专门撞你就为了让自己摔一跤啊？大伙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小子撞人不负责了。围观人群越来越多，江林察觉被讹，可急着上课，只能妥协。你说吧。
吧，多少钱才能解决？口罩男露出阴险笑容，算了算了，看你是学生的份上，不用你赔钱了。不过我现在走不了路，你扶我回家总可以吧？江林眉头轻皱，看穿其伎俩，却还是应下，可以。你家在哪里？口罩男指了指不远处小巷，就在那，不远，你扶着我几分钟就到。江林见其眼神闪躲，冷笑一声，假意搀扶，实则左手偷偷给白兰发了定位。白老，5分钟后来这个位置，我可能有危险，你真的没事吗？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啊？江林假意关心，口罩男不耐烦，不用麻烦，我家里就有药贴。真的吗？可是你摔得那么狠，要不去医院拍个片子吧？钱我来出。真的不用。口罩男差点急跳脚，进入空无一人、无监控的小巷。口罩男立刻挣脱，10米外的暗处，10多名蒙面黑衣人涌出。呵呵，畜生！小爷等了1天1夜，可算等到你了。体态丰满的蒙面人走出，江林一眼认出吴傲天，你哥这装什么呢？戴个破口罩，还真以为我认不出来你了。吴傲天瞬间急了，你怎么认出来小爷的？江林摇头，语气嘲讽，就你这怀了10头崽的母猪体格，还真以为套了件衣服就认不出来了？你是把我当傻子吗？还是自己脑子让驴给踢了？真是有够蠢的！吴傲天被激怒，杀意毕露，臭乞丐！小爷不跟你废话，反正今天你别想活着回去了，就凭你们几个。江林冷笑，在场20多人连一个青铜6阶都没有。吴傲天戏谑道，当然不止我们几个了，今天为了杀死你，小爷专门叫了个打手过来。江林疑惑望去，见一名身材瘦弱的中年男子走出，其肩头还趴着一只黄金级的巨型蜈蚣。